婚礼当天，女友一家却要求我再拿出100万给小舅子娶他的女友柳如烟。面对女友一家的刁难，我终于爆发了。小健，想要让我开门，先拿100万过来，否则这门我是不会开的。站在门口的小健愣住了。妈，别开玩笑了，时间差不多了。小健脸上的笑意逐渐退了下去。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但是谁都不曾想到我的准岳母会在我接亲的时候狮子大开口。我说什么？我把女儿养这么大，我容易吗？连100万你都不愿意给，那你还是别娶我女儿了。像你这样的人，我女儿嫁过去都不会有幸福的。阿姨，要不你先把门打开，这些事情可以慢慢说，所有亲戚都等着呢。所有亲戚都是我们家的，让他们等会也没事。王婉如自始至终都没有让我进门的想法。妈，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时候你让我去找100万，我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啊？此时我强忍着愤怒，为了这场婚礼，我已经拿出了50万的彩礼了。拿不出来，你拿不出来，我儿子怎么办？哼，是啊，小健，你要是真的50万就把我姐娶走了，你让我怎么办？房门被彻底打开了，不过门前却站着一个青年。我可告诉你，我马上也要结婚了，对方要100万的彩礼，再加个150平的房子跟一辆车。今天你要是不把这些都给我解决了，就别想娶我姐了。我看着眼前的段秋，气不打一处来。段秋，你结婚的事凭什么让我给你解决？哈哈，凭什么？有本事你别娶我姐啊！段秋一副吃定我的模样，我整个人都像是被泼了一盆凉水一般。我与女友相恋这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要修成正果了，难道真的就要这么结束吗？小娟，你快劝劝你的弟弟还有你的母亲。这大喜的日子就别出这种事了吧。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在劝说着段娟，只是坐在沙发上的段娟看了一眼我。小健，你究竟爱不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难道会连100万都舍不得吗？我的眉头紧紧地皱着，有心想要扭头就走。段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能拿出来50万已经是我所有的积蓄了，甚至因此背上了30多万的债，你们还想要让我怎么样？哼，这些跟我有关系吗？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以前问你要马内的时候叫你一声姐夫，你就真的是我姐夫了吧？难道你真的以为你一个3线小城市的乡下穷小子真的能入得了我家的眼？还不是看你舍得出马内。事实的确如段秋所言，段家的人每次找我都是只是为了要马内。我与段娟相恋3年，段秋就找我要了3年马内，每次段秋找我要马内我都没有拒绝过，哪怕是去卖番茄汁都要把马内给到段秋。快点给马内，没马内就别结婚了。段娟，你确定你也是这个态度吗？只要你帮忙把我弟弟的事解决了，我肯定跟你结婚。段娟没有任何感情的话，我只觉得心如刀割。段姨，要不还是算了吧。算了，那我儿子的婚房你来解决吗？小娟，你跟小健相恋这么多年了，难道……李嫣然还想说些什么，却被王婉如直接打断了。行了，你一个外人掺和什么？小健，你不是一直向我们保证你有多爱小娟吗？难道会连100万都舍不得拿出来吗？小健，就100万，实在不行你问你爸妈要啊，他们肯定不会眼睁睁的看着的。只要你给我100万，你就是我姐夫了。段娟，我在最后问你一遍，这个婚你到底是结还是不结？100万不到账，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行了，我懂了。段秋，你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对嘛，不就100万的事吗？赶紧打个电话让他们凑马内，只要100万到账，我立马让开。小健这家伙果然能弄到马内。这3年零零散散加起来给你的也差不多有5、6万了，这些马内我就不要了，就当养了条狗。之前给你加的那50万给我退回来，这婚老子不结了。我操！你说什么？这婚你不结了？你不是听得很清楚吗？这婚我不结了。小健，段娟听到我的话，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小健，你想退婚可以，但是那50万我们是不可能退的，你可要想好了。对，不管怎么样，那50万我们是不会退的。就凭你的家世，我们能让小娟嫁给你，就已经是够看得起你了。既然你不想结婚了，那就赶紧滚吧。你们别后悔就好。说完之后，我转身便走。我此刻已经没有了争吵的想法。小健，你不是说爱我吗？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他靠不住，连100万都舍不得。不过还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赚到50万了。小健，你回来，只要你再给80万，我就让我姐嫁给你。以为我是普通人家，没想到我竟然是世界首富。就在此时，我的银行卡到账了一个小目标，还没等我数清到底有多少个零，手机便又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老妈。儿子，马内到账了吧？听着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我的心里有些激动。妈，我想你了。怎么了？你是不是怪爸妈没有去参加你的婚礼？不是，妈，我退婚了。电话那边的苏静是微微一愣。退婚了？怎么回事？我便将刚刚发生的事完完整整的告诉了我的母亲。那你还想跟段娟结婚吗？我沉思了一下，随后便坚定道：
以前想，现在不想了。段娟的态度已经让我死心了。妈妈支持你。经过这件事嘛，相信你已经长大了，有些事情你也应该知道了。一直以来，爸妈都有事瞒着你。其实我们家并不是普通人家，而是世界首富。从你祖爷爷那一辈开始，林家就一直在暗中经营，到你这一辈，林家所有资产加起来已经过10万个小目标了。刚刚妈妈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一个小目标，本来是想让你好好跟段娟生活的。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一个小目标就当给你的零花钱吧，去重新买套房子，再买辆车，别委屈了自己。好了，妈妈这边还有几个会，就先不陪你聊了。说完之后，老妈便将电话挂断了，而我则陷入了震惊之中，无法自拔。自己家是世界首富，资产超过10万亿。我掏出手机仔细地看着短信，确定不是自己做梦之后才敢相信这个事实。若是这一个小目标能早点到账，不对，我猛地甩了一下头，将脑海中不切实际的想法甩了出去。若是段家未曾表现出那般姿态，便是再给他们100万又如何？但是现在别说100万了，就是你们吃下去的那50万都要让你们吐出来。段娟，若是你知道了这件事，不知又该如何后悔。而此刻，段家却显得有些慌乱。段娟一脸茫然，即便到现在，她都不敢相信我就这么走了。妈，现在怎么办？小健那小子走了，我结婚的马内怎么办？你问我，我去问谁？小健那个小子，老娘让小娟嫁给他就已经够看得起他了，100万都舍不得给，还想娶走小娟。行了，你们还是想想怎么才能把那100万凑齐吧。今晚我要带女朋友去看婚房，剩下的你们快点给我解决了。说完之后就进房间打游戏去了。段娟，你快想想办法啊！我能有什么办法啊？我的工资卡都在你那里，每个月都是小健给我码内。你们要我问小健要码内，我不是也没反对吗？就你那一个月2、3千的工资能有什么用？还不够你弟弟往游戏里面充的多。要不你再去找小健，就说50万也行，只要他答应了就继续结婚。您放心吧，用不了几天，他就会乖乖带着马内来求我原谅。这么多年了，我太了解小健了。次日，我一觉直接睡到了下午。一天没吃东西，被饿醒之后，摸出手机看了一眼，上面有几个段娟跟李嫣然打来的未接电话，还有一个段娟发来的短信，上面写着：小健，不管你娶不娶我，那50万的彩礼跟婚房我都要了。今天晚上我会过来收房。把所有的精力跟热情都浪费在段娟身上，却得到这种回报，实在讽刺。翻身下床之后便出了门，重新买了一个新手机，又办了一张卡，都弄好之后拨通了李嫣然的电话。你好，这里是万记家饰售楼部李嫣然。嫣然，是我，小健。小健，你没事吧？你在哪？我过去找你。我能有什么事？你也别过来找我了，我去找你吧，正好有点事要找你。我在家饰售楼部，你直接过来吧，正好我也马上下班了。好。到了售楼部，能在这里工作的都是人精，自然能够一眼看得出谁有没有马内。再加上我实在太过年轻，又没带着老人过来，一看就不像是能买得起房子的，以至于我进门到现在都没有人过来接待。我也没在意，给李嫣然打了一个电话，却没人接，便转身坐到了一旁的沙发上。隐隐约约间听到周围的售楼小姐交谈的声音。入职到现在都没卖出去一套房，居然还想预支工资，装清纯给谁看？那可不是。没过多久，一间办公室的门被打开，我一眼就看到了双眼红肿的李嫣然从里面走了出来。嫣然，我叫了李嫣然一声，起身走了过去。李嫣然看到我之后，抹了抹眼角，强逼着自己露出了笑容。你来啦？你怎么了？没事，真没事，你就别担心我了，你还是想想你的事怎么办吧。对了，这张卡里是我这几个月的工资，你先拿着吧。说着，李嫣然递给了我一张卡，我看着李嫣然手里的银行卡，又看了看李嫣然微红的眼眶，再联想到之前那帮售楼小姐的交谈，我微微一愣。你愣着干什么呀？是不是嫌少？我可告诉你，这是我好几个月的工资，你不许嫌弃，赶紧拿着去跟小娟道个歉，要是不够我再帮你想办法。嫣然，我刚想说什么，便被人打断了。李嫣然，你3个月没有一单业绩，公司不养闲人，你收拾东西，现在就走。工资我已经给你结算了，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周主管，我这3个月一直在勤勤恳恳的工作，但是我当初招你进来，无非就是看你长得漂亮，身材又好，但是你看看你这3个月做的事，每天下班比所有人都积极，客户喊你出去吃个饭你都不愿意，你还想有业绩？赵萍萍，你下班了去干嘛？当然是去您家，再听您讲课。看到了吗？连去我家听课都不愿意，你还想留在这里？这已经不是暗示了，是明示。看周主管这样子，如果他不从，显然是不打算让他继续留在这。我看着李嫣然纠结的样子，便知道他心中所想。周主管是吧？你谁啊？怎么感觉这家伙有点眼熟？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些过分吗？过分，哈哈，老子就过分了，你能怎么着？当坏，我好像在哪见到过你。周主管微皱着眉头看着我，随即便恍然大悟，从口袋中掏出了手机，点了2下之后，手机上响起了一段对话：快点给马内，没马内就别结婚了。段娟，你确定你也是这个态度吗？只要你帮忙把我弟弟的事解决了，我肯定跟你结婚。
这里面的是你吧，小子，穷的连媳妇都娶不起，还跟我在这装大爷。由于我结婚当天连门都进不了，导致还上了新闻，去买房时被百般羞辱，我反手买下一套大别墅。女的穷还非要装清纯，男的穷娶媳妇连门都没进去，我看你们两个就挺般配的，一对穷鬼鸳鸯。听到周主管的话，周围的售楼小姐也都笑了起来。李嫣然听着周主管跟众多售楼小姐嘲讽的声音，眼眶之中泪花不停的打转，我的眉头微微皱了皱。要是李嫣然的业绩能够超过你们所有人怎么办？超过我们所有人？哼！这里业绩最好的一个月销售额2100万，我把话放这，要是李嫣然业绩能够超过2100万，我这个主管让给他做。好，你们这最好的别墅我要了。哈哈哈！你们听到了没？这穷小子居然想要买别墅！我万记家世的别墅最便宜的都要2000万起步，最好的6700万。怎么，你这个穷小子心动了？不光穷，还特么是个 XXX，100万的彩礼都出不起，居然还想买别墅。我没有理会他们，我看向李嫣然。嫣然，去取2份合同来。小健别闹了，大不了我这份工作不要了，我们快走吧。我没有说话，只是给了李嫣然一个相信我的眼神。周主管见状，转头看向了一个售楼小姐道：萍萍，去取2份购房合同回来，记得要去取那栋6700万的别墅合同。好。萍萍便走进了办公室之中，取来了2份合同，同时还带着一个 POS 机。来，合同给你取来了，签了吧。我伸手拿过了合同，翻了2下，便很干脆的在甲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顺手在销售员一栏签下了李嫣然的名字，又把另一份合同也签了。嫣然，不是我不让你们离开啊，你看看这小子已经把合同签了，6700万的别墅，人家跟买白菜一样。既然人家想要装这个 X， 我总不能拦着吧。说着，周主管给了那个萍萍一个眼神，萍萍心领神会，拿着 POS 机就走过去，来刷一下你的卡。我没有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了银行卡，便在上面刷了一下，然后输入密码。巷子，我教你一件事，没钱别出来装13，尤其是为了美女出头，真的挺二的。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跟周主管一样年少有为。行了，萍萍，回来吧。萍萍却仿佛没有听到一般，呆呆地看着 POS 机上的支付成功4个字。萍萍，过来啊！周主管见萍萍不过来，又喊了一声：萍萍，过来啊！萍萍这才反应过来，脸上却是一种欲哭不得的表情。哈哈，老周，你的工作干得不错啊！刚调到销售部3个月，就把最贵的那套别墅给卖出去了。这件事记你一功，等董事会的时候，我会替你向董事长请功的。什么别墅？我没卖出去啊！行了，老周，你就别瞒着我了，我这边都收到银行记录了，还是全款买的。林先生是哪位？给我介绍一下。这次周主管才是真的被惊住了。周主管，李嫣然的业绩已经超过了你们所有人，不知你什么时候兑现承诺，把你这主管的位置让给李嫣然。老子没空搭理你，赶紧滚！这位先生是一个穷小子罢了。孙经理，您不用管他。您刚刚说有人把最贵的那套别墅买了，就在刚刚，还是全款买的。这位先生贵姓？免贵姓林，一个穷小子罢了。林先生，银行流水上清楚地注明了付款人的姓名，这里除了林先生都是售楼部的人，买了别墅的人显然只有林先生。孙经理在确定我的身份之后，连忙弯腰躬了躬身道：不知林先生光临，如果有怠慢的地方，还望林先生不要见怪。见怪？我怎么敢？我只是一个穷小子罢了。孙经理，您这是为何？这小子就是一个穷小子罢了，连给女朋友的彩礼都出不起，因为这事还上了新闻。孙经理没有说话，但是行动却极为干脆。周宇，你被辞退了，收拾你的东西，现在就滚！主管的位置由李嫣然接任。凭什么？你没资格开除我。凭什么？就凭你得罪了林先生。林先生，就这个穷小子吗？好好动动你的脑子，你觉得全款买下7000万别墅的人，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吗？什么？他怎么可能？赶紧收拾东西滚蛋！行了，你们的事自己处理，我先走了。我懒得继续在这里待下去，转身拉着李嫣然便向外面走去。林先生，请放心，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我操！由于我结婚当天连门都进不了，导致还上了新闻，去买房时被百般羞辱，我反手买下一套大别墅。我的女友柳如烟转头就报上大款。没想到在这都能碰到你，小娟，你听我说。段娟未曾理会李嫣然，低头看着我。小健，100万凑齐了吗？我只是瞥了段娟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反倒是李嫣然却如做贼心虚一般。小娟，这100万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凑齐？你再给小健几天吧。段娟见我未曾理会她，不由得心中恼怒。李嫣然，亏我还把你当闺蜜，你就是这么做的。我告诉你，无论我跟小健之间的事成与不成，都轮不到你插进来。小娟，我没有。没有？那你们现在是在干什么？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早就该看出来了。你跟我做闺蜜，其实就是为了小健吧？你可真是不要脸啊！李嫣然不知该如何反驳。段娟，从今天早上你家里那一半所为起，我们就没有了任何关系。若是非要说我们之间有关系，那也只有债务关系。不知那50万你什么时候退给我？
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不管你是否娶我，那50万我都不可能退给你。难怪你之前肯为我做那么多，今天早晨却那般姿态，原来早就跟李嫣然有了一腿。小贱，算我看错你了。小娟，这2位是谁？不介绍一下吗？王哥，你怎么过来了？我看你这么久都没有回去，有些担心，就出来了。说着，王姓男子直接把手搭在了段娟的腰上。王哥，我们回去吧。没事，不急，这2位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认识一下。鄙人名叫王海，现任天海市摩根银行大堂经理，现在正在追求小娟。2位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在天海这地界上，我还是有点能量的。这么快，还是早就有了？王哥是我的客户，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而且王哥比你有马内多了，你给不了我的，王哥都能给我。小娟，小贱只是现在没马内，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马内的，你就不能多给他一点时间吗？给他一点时间，给多久的时间？10年、20年？就算我能等，可是我弟弟能等吗？就凭他1年赚个5、6万，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弟买一套房子？小贱现在已经成了他老板的心腹，就在刚刚，他帮他老板买了一套6000多万的别墅。你只要再等一段时间，小贱肯定也可以的，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啊。呵呵，李嫣然，你觉得你说的话有什么可信度吗？6000多万的别墅，可能让小贱去买吗？哈哈，小姑娘，你还是太天真了啊！你经历的不多，还不知道6000多万是什么概念。这么跟你说吧，我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1年的收入也只有几十万，想要攒够6000多万，要不吃不喝百年。你觉得有谁会把6000多万交给一个小职员？说着，王海把目光转向了我。我说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原来你就是小娟的未婚夫，不对，应该说是前男友。你小子终于是做对了一件事，知道给不了小娟幸福，所以离开了她。不过我劝你以后还是脚踏实地比较好，什么买了6000多万的别墅，编造这种谎言去欺骗其他的女生，终究不是正道，你说呢？你没见过就不存在了。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整个天海的富豪大多都与我摩根银行有业务往来，你且说说你老板叫什么名字？与你何干？与我何干？我看你是装不下去了吧，小娟，你这个前男友以前都是这样的吗？可能是受的打击有些大了，脑子烧坏了。段娟还想说什么，手机却在此时响了起来。姐，小燕说了，婚房要买3室2厅的，可是万几家是一套3室2厅的房子，最便宜要400万，首付都要120万，你快想想办法啊！行了，我这边还有点事，先这样。姐，我今天碰到小贱那个穷小子了，他居然去找李嫣然了，你可要看这点，如果小贱被李嫣然撬走，就没法再要马内了。行了，他们就在我面前，先挂了。说完之后，段娟便挂断了电话。只是此刻，无论是我或者是李嫣然，脸色都不好看。小贱，我不管你是否真的帮你老板买了一栋别墅，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能拿出100万，我就可以继续嫁给你。不用你给我机会，我没马内。你老板不是让你去买别墅吗？既然他这么信任你，你挪用点公款没什么问题吧？如果这你都不愿意，那你可能真的不爱我了。自信点，把可能去了。行了，我没有那么多心思再跟你纠缠。如果你只想要马内，我看你身边的这家伙就挺不错的，嫁给摩根银行天海市分行大堂经理，总比嫁给一个穷小子好吧？好，小贱你别后悔就行。段娟眼中带着恼怒之意，瞪了我一眼之后，方才转身离开。结婚当天进不了门，还被泼凉水，导致心情不好。李嫣然陪我喝了开酒不喝车，酒过3巡后，我把李嫣然送上出租之后，我躺到床上之后便沉沉的睡了过去。睡到一半时，一股透心的凉将我从睡梦之中拉了出来。哟，这是哪里来的家伙，居然睡在我家里？我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才看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段秋，而此刻的段秋手中还拿着一个盆子，水珠正在不断的往地面滴下。哟，这不是小贱吗？我还以为我家遭贼了。段秋笑嘻嘻的将手中的脸盆扔到了地上。这里是我家，你凭什么进来？你家。看清楚了，这是房产证，上面写的只有我姐的名字。你说是你的房子，有证据吗？我看着段秋手中的房产证，不由得怒火中烧了起来。行了，我也懒得跟你多扯，这房子我要卖了。别说我没给你时间，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拾好你的东西，给老子滚出去！段秋还想说什么，却被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声打断了。我只给你1早上的时间，明天中午我会带人来看房。喂，小燕，怎么这么晚了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想我了？段秋走了之后，我已经没有了睡意，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喂，小贱，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来上班？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干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不想干了，那就收拾东西，趁早滚蛋。说完之后，没等我说什么，那人便直接将电话给挂断了。算了，去收拾一下东西，办个离职手续吧。来到公司已经是大半个小时之后了，刚进部门的大门就听到了主管的怒骂声。小贱那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自己的私事都闹到公司里来了？他人呢？赵主管，小贱来了。有人说了一句，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门口。小贱，你给我过来！
小健，你说说你究竟能办成什么事？你说你结个婚都能闹得沸沸扬扬的。我结婚的是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吧？你结婚的视频已经传遍了整个公司，现在公司的所有人都把你当个笑话一样看待。这一点我就不说什么了，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公司老总拉上了。你的那个女朋友今天早上打电话来问，说是你帮你老板买了一套6000多万的别墅，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听到这里，我终于知道究竟是为什么了。刚想开口解释，就被赵如海给打断了。你不用解释了，我也不想听，因为你的私事让整个部门的人都跟着成了公司的笑话。收拾东西走人吧，我这里庙小，容不下你这个动不动几千万的大佛。我没有说话，转身便出了办公室。哟，林公子这是被开除了吗？没想到你也有这么一天啊！有事吗？我说小健，你能不能收起你这自命清高的模样？媳妇没娶到，工作还没了，我真的想不通，你是怎么做到这么能装的？不劳刘副主管费心了，你还是留点心思想想怎么去讨好赵如海吧。小健，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跪下求我，我就可以去帮你说说好话。只要我跪下去就可以吗？没错，只要你跪下去，我就可以让你继续在这里工作。不愧是赵如海的人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集团都是他赵如海的。你一个丧家之犬，整个集团的笑话，居然还敢这么嚣张！你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城市生活不下去？小健，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快滚！还要让我亲自送你出去吗？请问哪位是小健？何秘书，您怎么过来了？哪位是小健？我是，请问找我有事吗？小健，你怎么说话呢？这位是董事长秘书，你怎么可以这么无礼？我没有理会赵如海，只是静静地看着女子。董事长要见你，请你跟我走一趟。何秘书说完之后便转身离开。不，人我带过来了。少爷，我终于等到您了。半晌后，我方才听明白所有的事。所以李叔，你是打算回公司总部去，还要把整个集团留给我，让我去打脸？当初此处无人经营，我同意接受调令，但是现在少爷您已经成才，我自然应该退位让贤，而且这也是你爸妈的意思。可是我根本不懂集团经营啊。这是我的女儿小静，她是哈佛商学院毕业，这些年又一直跟在我的身边，集团的日常事务处理她都可以代劳。对于李泽旭的想法，我是打心底里想要拒绝，专业的事就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干。但是李泽旭却是铁了心的要走，甚至搬出了我爸妈来施压，最终我也只能屈服。我可以接手集团，但是最后集团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敢保证。有小静在，不会有什么大差错的。我还想说什么，就听到手机响了起来。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让小静送你过去吧。另外，从现在开始，集团的事务你都要开始接手了。我点点头，然后朝门外走去。喂，小健，你的那些垃圾我都给你扔了，从现在起，你不用再回来了。段秋说完之后，便直接把电话给挂断了。我看着挂断的电话，眉头紧锁。还需要过去吗？去啊，为什么不去呢？段秋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撬开我家门，进去把我的所有东西都丢了出来。等我跟何静赶到之时，段秋已经将整个屋子都搬空了。哟，这不是小健吗？我不是都跟你说了，让你别来了吗？段秋一脸玩味的看着我，不过在看到何静之后，整个人眼睛都直了。需要我帮忙吗？我没有说话，转头看向段秋。小健，你还真好意思来啊！段秋的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随后把目光转向了我身后的何静。美女，今晚有个酒局，有没有兴趣一起喝一杯？何静没有说话，只是安静的站在那里。见何静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段秋甚至主动向何静走了过去。你好，认识一下，我叫段秋。何静依旧没有理会段秋的意思，段秋的脸上有些尴尬。段秋，你想让我搬走也可以，只要把当初给你家的那50万彩礼以及这房子20万的首付还给我就行。你耽误了我姐这么多年，还想要马内，我特还想问你要马内呢。我姐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吃尽了苦头，怎么也该给点精神损失费吧？多我也不要，只要你再给我300万就行。你这算是敲诈了吗？话可不能说的这么难听，我都已经说了，这是精神损失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给，可是我姐会做出什么事就不一定了。今天早上你这个班不好上吧？说完之后，段秋也懒得理会我了，转头看向何静。美女，给个面子吧，今晚去喝2杯。你是个什么东西？凭什么给你面子？你别给脸不要脸，要不是看你长得还可以，老子就直接问价了。你居然敢打我！何静闻言便往段秋那边走去，只是刚走2步便被我给拦住了。行了，我们先走吧，剩下的是让别人去处理。何静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转身便向外面走去。你刚刚是怎么做到的？什么？就是刚刚那一巴掌。我是你的秘书，同时也是你的保镖。这件事我会联系公司法务部门去跟对方取得联系，不需要你再出面了。我闻言只能点点头。这可能就是身处高位的好处吧，什么事都会有手下的人去干。若是我孤身一人，碰到这种事，只能不断的跟段家扯皮。现在好了，只需要等手下的人处理就好。那我们现在是要去哪？去见艾薇公司的人。就是那个华国著名的奢侈品品牌吗？为什么会去见他们？艾薇公司想要走出华国，尝试了数次都无功而返，反倒是市场份额不断被国外品牌挤压，所以他们现在急了，跑过来交保护费了。保护费？为什么这么说？
等会你就知道了。到了地方，你只需要保持沉默，剩下的都交给我。好吧，你说了算。天海重新大酒店门前，一堆人正站在一起，神态显得有些拘谨。爸，我们这究竟是在等谁啊？等一个能救艾薇脱离困境的人。公司的困境之前不是已经在董事会上讨论过了吗？只是之前的经营决策有误而已，需要别人插手吗？贺涛，我告诉你，把你的小性子给我收起来，待会要到的人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你忘了我昨天晚上跟你说过的话了吗？爸，你是说我们要见的是金盛的人？贺东来只是点了点头，不再言语。贺涛还想说什么，就看到一辆劳停在了他们的面前，见状连忙闭嘴。贺东来见何静下车，连忙迎了上去，嘴里说着客套的话。何小姐亲自来了，实在是让贺某惶恐。何小姐，这位是事关总部，无法详说，还望贺总见谅。是贺某唐突了，还望公子不要怪罪。我点了点头。何小姐，这次请您过来，是想与贵公司达成一些必要的合作。贵公司发来的提纲我已经看过了，具体的等会我会与贺总详谈。林公子饿了，先吃饭吧。是贺某疏忽了，林公子，何小姐这边请。我不知道这么一顿饭吃的意义在哪里。坐在首位上的我，听着两旁何静跟贺东来不间断的交谈声，我自顾自的吃着饭。李先生，何小姐，不知今日的饭菜可还合胃口？我点了点头。多谢贺总款待。对了，我还特意准备了2份定制的小礼物，想让林先生跟何小姐给指导一下。贺总，好大的手笔呀！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还望何小姐不要见怪。东西我收了，希望贺总以后的产品都能够有这样的做工。这是自然，贺某再怎么样也不会砸了自己招牌，您说对吗？何小姐请放心，这一款只出了2件，后续也不会再有。那就多谢贺总好意了。林先生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事，就不打扰了。林先生，何小姐慢走。何静跟我离开之后，贺东来一行人方才感觉轻松了许多。这次能够与对方达成合作，诸位功不可没。待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之后，我艾薇崛起之时指日可待。都是董事长领导有方，还好董事长想到了这个办法，若是能成，足以让我艾薇冲出华国。爸，之前跟在何静身边的那个男的是谁啊？贺涛，我警告你，在刚刚那位面前，你最好把你的所有性子都收起来。如果让我知道因为你得罪了那位，你信不信我扒了你的皮？你以为我是普通人家，没想到我竟然是世界首富。我反手拿下华夏的龙头企业。小健，今天晚上是我生日聚会，你还想着让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呢，你可别忘了来参加呀。哦，今天晚上是吧？你不会忘记了吧？没有，我当然记得，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保证你会喜欢的。好，我等着你。李嫣然柔声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小健，你来了。我刚走进包厢，就听到李嫣然欣喜地对我说道：“给你的礼物。”礼物不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只得先收起礼盒，被李嫣然拉着来到了众人旁边。李嫣然介绍的时候，仍然以温煦的态度与他们问好，表面功夫做的还是挺好的，毕竟不能辜负李嫣然的一片好意。嫣然，拆礼物吧。对呀，把礼物拆开，看看都有什么。李嫣然本想等宴会结束了再拆礼物，但是看到众人都这么想，只好点了点头。哇，天梭的月亮女神系列，我相中了好久，要9000左右，一直没有舍得买。可以呀，第一件就拆到了这么值马内的，可以呀。王成，老实交代，是不是还对嫣然有意思？我看这表与嫣然的气质挺配的，就买来了，也不知道嫣然喜不喜欢。李嫣然自然清楚王成心里的想法，见他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脸上不禁露出了为难之意。王成，这份礼物太贵重了，你还是收回去吧。王成既然已经买了，自然没有收回去的可能，没有给李嫣然继续拒绝的机会。继续拆其他的礼物吧。李嫣然还想说什么，最终却还是没有说出口。小姐，你的礼物呢？迎上王成不怀好意的目光，我也没有太过在意，顺手拿起放在一旁的礼盒。在这，嫣然大学的时候可就跟你关系最好，你应该不会随便拿份礼物就来敷衍过去吧？怎么也该把我们都压下去。礼物什么的都不重要，人能来就行。小健的这份礼物等我回去慢慢拆吧。嫣然，我们所有人的礼物都拆了，也不差这一回，就让我们看看小健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吧。李嫣然一脸为难，还想说什么，我却直接将礼盒拆开了，取出了其中装珠宝的盒子。好漂亮的盒子啊！哇，确实好看，这上面的金边不会是真金的吧？还有这上面的碎钻，我怎么觉得也是真的？这盒子是什么做的？怎么还有淡淡的香味？快打开看看吧，一个盒子都那么精美了，里面肯定是好东西。打开盒子这个事当然是李嫣然来做，我将盒子递给了李嫣然，李嫣然也没有犹豫，接过盒子，打开盒子，李嫣然立马就睁大了眼睛。好漂亮啊！没有哪个女人是不喜欢珠宝首饰的，如果有，那就是珠宝不够珍贵。这个吊坠翡翠颜色实在是太正了，看看都让人舒服。还有这项链上面的镂空，简直是太精美了。小健，这东西是真的还是仿品呢？有人问出了最让他们关心的问题，我并没有回答他们。嫣然，你先戴上试一试。李嫣然早已经迫不及待了，听到我这样说，赶紧把项链取出戴在了脖子上，她才不在乎什么真品还是仿品，好看就行了呗。好漂亮，真的好漂亮！这么漂亮的项链肯定很贵吧？小健，这项链很贵吧？
放心吧，也是别人送给我的，没花马内。再说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怎么可能用马内买那么贵重的礼物？李嫣然闻言方才点了点头。别人送的那就是假的喽，假的你也好意思送出来？难怪我看那翡翠那么像玻璃的。王成一直站在一旁，现在好不容易找到反驳的机会，自然不会留情。李嫣然听到王成的话，却是眉头微皱，刚想说什么，包厢的门却被打开了。众人一惊，向门口望去，看到了一男一女，以为我是普通人家，没想到我竟然是世界首富。我反手拿下华夏的龙头企业。你们的饭钱我已经给你们付了，这包厢现在归我了，你们赶紧滚蛋！凭什么？我们饭还没有吃完呢，你说让我们走，我们就要走吗？王成刚在我这里吃了瘪，心情正大为不好，来了个触眉头的，他当然要顶回去。你们知道我要请谁吃饭吗？艾薇公司的少爷，得罪了他，你们别想在天海再混下去了。众人都是倒吸了一口气，那确实不是他们能够得罪的。艾薇公司怎么了？不让人家吃饭了？段娟，大家都是同学一场，你这么做未免有些过分了吧？若不是看到这包厢是李嫣然开的，我又怎么会让王海过来呢？我得不到的，李嫣然你也别想这么容易的得到。这不是小健吗？还有李嫣然，怎么过生日不请我？我不是你的好闺蜜吗？李嫣然此刻被段娟叫到，脸色有些难看。段娟见李嫣然的脸色变得难看，心中大为舒畅，嚣张的走向李嫣然的面前。段娟，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们的饭钱我们已经结了，现在这个包厢归我们了。你说我想干什么？段娟突然瞥到了李嫣然脖颈之上的项链，惊诧出声：你怎么会有这串项链？全世界不是只有2串这种项链吗？这是小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小健连个彩礼钱都拿不出，这串艾薇公司出产的项链最起码也要300多万，你还想买？我没有说话，面无表情淡然地看着王海和段娟。段娟见我没有说话，便放宽了心。我还真的以为小健骤然间富贵了起来呢，没想到只是在这里打肿脸充胖子装大尾巴狼。非常庆幸自己选了王海，否则站在这里被羞辱打脸的可不是李嫣然，而是我自己了。小健，你说你送礼就送礼吗？随便送个普通的礼物就行了，还偏偏费尽心思的送我一个赝品。就是连个彩礼钱都凑不齐，还买那么精致的赝品，就算是赝品也要好几千块吧。王海，你连个包厢都搞不定吗？不好意思，贺少，这帮人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货。您等一会，我下去找保安。我看着进来的男子，嘴角挂着微不可察的笑容。我认出贺涛的同时，贺涛也看到了站在众人中间的我。认出了我的同时，贺涛脑海里面回荡着父亲贺东来的话：贺涛，我警告你，在刚刚那位面前，你最好把你的所有性子都收起来。如果让我知道因为你得罪了那位，你信不信我扒了你的皮？想到这里，贺涛想要上前跟我道歉。我看到贺涛要过来，我摇了摇头。贺涛看到我摇头之后，不敢怠慢，赶紧点了点头。站住！王海愣了一下，但随即便自认为明白了贺涛的意思。我知道，多叫点人，让他们吃点苦头。贺涛的表情好像在表达火已经烧起来了，你还领着油桶往上面浇油。闭嘴，给我滚出去！既然他们都已经赶人了，咱们就走吧，免得大家受伤。见到受了委屈的我都这样说了，众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们离开之后，包厢里面就只剩下了贺涛等人。贺总，这些人真的是太不识抬举了，你别生气，改天我找几个人收拾他们一顿，特别是那个小健，拽得跟258万似的。你是个傻子吧？不就是把一帮穷鬼给撵走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段娟的话还没有说完，贺涛一个清脆的巴掌便打在了段娟的脸上。你凭什么打我？段娟看了看王海，想让王海给他主持公道，但王海对段娟的眼神置若罔闻，没有任何的表态。段娟眼泪更加如同洪水。贺总，对不起，知道老子今天为什么打你吗？因为您今天的心情不好，打我是应该的。老子为什么心情不好？不知道，因为你得罪了小健，就会连累到我。什么？小健？小健他不是一个连结婚的彩礼钱都交不起的穷小子吗？能有什么来头？他的身份就连我都惹不起，更别说是你了。以后再见到他，给我夹起尾巴做人，别太嚣张。是。等到贺涛走远之后，王海的眼神却是一变。我呸！什么贺总，什么小健，别让老子逮住机会，要不然整干你们。小健，对不起啊，本来想叫你过来好好玩一玩，放松放松心情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没事，又不是你的错，你不用道歉。对了，你送我的项链不会是真的吧？我看着好漂亮。嫣然与艾薇公司的奢侈品哪一点挂钩？顶多是在某宝买的高仿品，你问他有没有发票，不就能证明了吗？别人送我的，怎么可能有发票？之前我就想说了，你如果真的没马内，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这种垃圾项链还是你自己留着玩吧。小健，我记得你上大学追段娟那会，可是为段娟买了不少假奢侈品，现在还是本性难改啊。我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与这样势利的人解释再多也没有用。怎么没话说了？你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穷小子，怪不得段娟没跟你结婚。嫣然，你最好把这条项链扔了，谁知道这是什么材料做的？小健，王艳说的也没错，以后别干这种事了。行了，不管小健送给我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都跟你们没有关系，我喜欢就行了。李嫣然还想说什么，手机铃声却突然响起。李嫣然方才掏出手机接通了电话。
李嫣然便脸色猛地一变，整个人都呆住了一般。嫣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李嫣然沉默了一会儿，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下子汹涌而出。我妈的病突然严重了，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情况危急，现在已经送到了医院里，我要尽快赶过去。嫣然，我开了车，我送你过去。那就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我这就去开车。嫣然母亲重病需要手术，院方为了马内阻拦教授参与。情况怎么样？此刻的李嫣然已经哭得泣不成声，没法回答我。阿姨已经被送进急救室了，但是她的心脏病早就有了，需要做心脏搭桥。不光如此，这一次还有几个并发症，医生说手术难度太高了，根本没人敢做这台手术。王成正在想办法找能做手术的医生。我走上前去想问问王成到底什么情况，就听到了王成在那夸夸其谈。叔，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打电话跟医院这边说，阿姨的手术几分钟后就会有医生来做。小伙子，你之前就说医生快到了，怎么到现在都没见到啊？这位满脸愁容的中年男人应该就是李嫣然的父亲。叔，你放心吧，我爸的面子连院长都会给，肯定不会有问题的。我再打个电话催催。王成说完之后，站起身来，走到了拐角处，避开了众人的视线之后，打起电话。老爸，你昨天打牌认识的朋友靠不靠谱？能在市医院说上话吗？你快点搞。手术难度太大了，不行啊。不就是个心脏搭桥吗？你再想想办法，花点马内都行。我就在王成的身后，将王成的话都听得一清二楚。医生来不了，还让李嫣然一家人在这等着。知道王成叫不来医生后，我悄悄走到医院的楼梯口，拿出电话给何静打了个电话。问有什么事情？你认不认识心脏方面的专家？我有个朋友的母亲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难度很高。心脏方面的有一个第4军医院的霍东来院长，恰好在天海举行学术交流讲座。你现在在呢？我可以打电话让他过去。我在天海第一医院。知道了，最多半个小时。急救室的门被打开了，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从里面走了出来。医生，我妻子的情况怎么样？医生，我母亲的情况怎么样？不好意思，病人的情况我控制不了，如果不能尽快手术，他可能撑不过30分钟。李嫣然接受不了打击，想要冲进急救室，却被医生给拦了下来。你想干什么？病人现在的情况很不稳定，你这样冲进去，只会缩短他坚持的时间。说到底，其实都怪我学艺不精，如果我能够做这种超高难度的手术，你母亲也不至于。医生，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找到能够做这台手术的医生，你的妻子还是有很大的存活希望的。可是连您都没法做的手术，我们去哪里找能做的医生啊？医生，我求求您救救我妻子，我不怕花马内，我有马内，我求求您救救我妻子。李父做事便要跪下去，医生见李父要跪，连忙扶住。别，其实我们医院现在就有一个能做这种手术的医生，只要能救我妻子就行。您说的是哪位医生？我去求他。那一位其实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只是来我们医院做指导交流的，人家根本就没有出手的必要。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您告诉我那位医生在哪，我去求他。是啊，医生，您就告诉我们是谁能救我母亲吧。就在医生纠结的时候，李嫣然跟李父哀求之时，医院的走廊尽头却是一阵骚乱。众人转头看去，才发现是一帮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向这边走过来。霍教授，这种手术我们自己能做，您又何必特意过来做这次手术呢？你们能做不给患者安排手术？赵院长，我现在很怀疑你们的专业素养。不是，霍教授，您听我说，这件事我不想再提。这台手术我是受雇人所托，等手术做完之后，我就会回京城。霍教授、院长，你们怎么来了？霍教授，这里的事我们医院的人能够处理，我们继续开交流会就好了。霍教授没有再理会院长。里面的病人是急性心梗，同时还有几项并发症吧？那名医生点了点头。准备手术，你给我介绍情况。那名医生见状看了院长一眼，见院长点头之后，方才跟了上去。您就是院长吧？院长转头看了李父一眼，知道了眼前这人就是打断交流会的罪魁祸首，心中烦躁，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院长，我终于见到您了，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妻子啊！霍教授亲自给你妻子做手术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救？谢谢。院长摆了摆手，懒得再去理会李父。李嫣然也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只是心中极为疑惑。究竟是谁能够请来霍教授？难道真的是王成？转头看向不远处的王成。傅叔叔，你是？傅叔叔，我是王成啊，您忘了吗？我爸是王俊伟，他刚刚才给您打过电话。哦，小程啊，我记起来了，叔叔平时工作有些忙，别介意。这次的事就劳烦傅叔您费点心了，等手术做完之后，我必有重谢。
放心吧，霍教授是京城来的，单论心脏方面的技术，整个天海都没人能够及得上霍教授。有霍教授亲自主刀，成功率很高。还是傅叔您神通广大，连京城的教授都能请来。小程，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你也不用太担心。是，那傅叔您先忙。李嫣然的母亲手术非常成功，第2天就醒了过来。为了抓住一切表现的机会，这几天王成每到饭点就带着一大包吃的过来。李嫣然的父母都已经认识了王成，就连病房走廊的那些护士都认识了王成。孩子，找机会请小王吃顿饭吧，顺便把那天来的那帮同学也一起宴请了，也算是感谢一下吧。李嫣然虽然觉得没什么必要，但是父母的话却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能答应下来。好。王成虽然刚开始想要说一句不用见外的话，但是在看到李嫣然父母眼神之中的那一丝鼓励，便反应了过来。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啊！以李嫣然现在的心态，如果我在宴席上向她表白，那李嫣然有很大的可能会同意。想到这里，王成哪里还能忍得住，赶紧让人在自己工作的那家酒店准备了一桌宴席。嫣然，小健就你打电话叫吧，其他同学我来叫，毕竟我和小健关系有点不好。好。而此刻的小健却是坐在办公桌前处理着文件。关于你前女友的事，我已经让律师起诉他们了，法院传票下午应该就会送到。这件事你处理就好，我有一点要求，不该他们拿的，我要让他们都吐出来。何静点了点头。对了，上次的事，谢谢。何静满脸疑惑，什么事？霍教授啊，如果不是你帮忙请了霍教授做手术，可能我同学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你说那件事啊，霍教授有很多研究都是由我们赞助的，虽然我们会共享研究所的收益，但是交情却很深。恰好霍教授人现在正在天海做学术交流，如果你有想法，可以介绍你们认识认识。不管霍教授跟公司的合作有多深，我终归还是欠他一个人情，就安排在今天下午吧。何静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办公室。何静出去之后，李嫣然却打来了电话。喂，嫣然。小健，你今天下午有空吗？我想请你吃顿饭。请我吃饭？这个点你不应该在医院陪着伯母吗？怎么会有时间请我吃饭？其实也不是请你一个人吃饭，我妈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医院有我爸照看着，不会有事，所以我就想着，谢谢你们上次能够陪我一起去医院，你不会没时间吧？我本想拒绝的，毕竟刚刚已经约了霍教授，但是转念一想，若是把霍教授介绍给李嫣然，以后李嫣然的母亲就算再出什么问题，也不至于束手无策。好，到时候再给你介绍个人认识一下。好，等会我把地址发给你。我应了一声之后便挂断了电话，继续翻看起了文件。而此刻医院之中，李嫣然眼神有些复杂的看着手机上显示的通话记录。一边是暗中喜欢了好几年的小健，一边又是刚刚帮了我家大忙的王成。若是没有母亲生病这件事，我很可能会选择向小健袒露心声，可偏偏……嫣然，你想什么呢？没什么，小健他答应过来了。他答应了。对了，嫣然，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傅叔叔刚刚答应我了，等他下班之后会过去一趟。真的，上次手术的事多亏了副院长跟霍教授，一直想要感谢一下他们二位，现在终于有机会了。霍教授是大忙人，就连傅叔叔都很难见一面，就连傅叔叔都是我求了好半天人家才答应的。我知道的，王成，这次的事谢谢你了。嘿，我们俩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去酒店了，那边还有点事。你有事就快去忙吧，过会你把地址发给我就行了。哟，这不是小健吗？你怎么还在这里？看到赵如海二人之后，我的眉头微皱，不愿搭理，转身便想要离开。但是我这般态度却让刘艳艳大为恼怒。小健，你给我站住！艳艳，你冷静一点，周围的人都看着呢。刘艳艳闻言也冷静了许，只是气愤难消。我不管，赵如海，今天这件事你一定要给我做主。放心吧。我看着二人，眼中厌恶之意丝毫不加掩饰。小健，公司前段时间丢了一份机密文件，给公司造成了近200万的损失。我记得丢文件的那天晚上，只有你在部门加班吧？对，我记得文件丢的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在加班。你们想说什么？我想干什么？这件事其实可大可小，公司并没有在意，只是让我们部门自查。你也清楚，查不查得到，其实就是我一句话的事。你的辞退声明我还没有交上去，如果我把这个罪责按到你的头上，你知道后果吧？小健，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跪下来求我，我就可以让如海放过你。到时候你还可以去其他的公司工作。我看着眼前极为得意的二人，哑然失笑。为什么总有人会这么自以为是？怎么样？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只要你跪下说一句我错了，我就可以放了你。你爱去哪工作就去哪工作。如果我不愿意呢？不愿意。如果你不跪下道歉，明天你就会被帽子叔叔带走，因为给公司造成数百万的损失，你会面临最少7年以上的耗子。孰轻孰重，你最好考虑清楚。小健，你不是一直认为我成了如海的人很多人吗？事实告诉我，你的想法究竟有多可笑？如海要是想要弄嘎你，根本不需要多费什么力气，就能够轻易压嘎你。金盛的部门主管的确有些能量，这么说来，我似乎真的应该跪下道歉。你清楚就好。
跪吧，反正现在也没有熟人，只要你跪下去，如海绝对会放过你。我看着二人的表情，突然大笑了起来，笑得对面二人一愣。你笑什么？你不信我有能力送你进耗子吗？信啊，我为什么不信？不过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怎么从耗子出来吧，包括你刘艳艳。说完之后，便掏出了手机，拨通了何静的电话。问什么事？对采购部部门主管赵如海的调查情况进行的怎么样了？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些年非法所得共计400余万，保安部之前就已经打电话报叔叔了，现在应该快到了。400万要判多少年来着？数目很大，要是都坐实了，估计在10年左右。怎么了？那个刘艳艳的情况怎么样？跟赵如海一起从事商业犯罪，证据确凿，非法获得收益50余万，3年左右。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忙吧。说完之后，我便挂断了电话。如海和刘艳艳想把我送进去，没想到把自己给送进去了。怎么听你这口气，是想把我们2个送进去吗？嘿嘿，我现在改主意了，就算你下跪，我也要把你亲手送进去。赵如海话音刚落，就听到一阵警报声响起，转头看去，才发现2辆自带皮肤的车不知何时已经开了过来，而目标似乎真是他们这里。听到了没有？如果你不跪下道歉，帽子叔叔下一个就会来抓你。我劝你不要再硬撑着你那可怜的面子了，你斗不过我们的。我没有说话，只是转头看向了走过来的2个穿着制服的男子。见我没有说话，赵如海转头看向了走过来的2人。同志你们好，我是金盛的部门主管，我叫赵如海，我想报叔叔。那2个穿着制服的男子一脸诧异地对视了一眼，随后其中一人看着赵如海道：你就是赵如海，你们认识我？那正好，我现在实名举报这个家伙盗窃我们公司的机密，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请2位同志把他带回去好好盘问，他很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的违法行为。你说他违法了？对，就是他。2位同志，我作证，就是这个家伙偷窃了公司的机密文件。你又是哪位？我是金盛的部门副主管，我叫刘艳艳。好，2位同志都有些哭笑不得，原本以为要费些功夫，没想到这次的目标自己送上门来了。抓人吧。另一人也点了点头。对，同志，快点把他抓回去，好好审问一下。我听说这家伙以前还干过不少事。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那2名同志手里拿着铐子，直接就走向了他跟赵如海。2人还未反应过来，手腕上便是一凉，低头看去，才发现他们的手腕上已经戴上了手铐。怎么回事？同志，你们抓错人了。抓错人？怎么会？我们抓的就是你们2个。如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可什么都没有做，你快跟2位同志解释一下啊！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放开我，我是金盛的主管，你们没有拘捕令，没有资格抓我。拘捕令。其中一位同志冷笑，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上面踏着公章。你好好看清楚这是什么。不可能，我是金盛的员工，你们没有资格逮捕我。赵如海，你身为金盛员工却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我现在代表董事会正式对你提起诉讼，证据我们会在整理之后移交。现在你已经被金盛开除了。什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金盛的现任董事长。不，你怎么可能是金盛的董事长？说着说着，却突然朝我跪了下来。小健，不管你是不是董事长，我求你救救我，我真的什么都没干，你相信我啊！你看在我们一起工作过的份上，救救我吧！我看了一眼刘艳艳，随后转身便走。来到李嫣然订的包间，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就听到里面隐隐传来众人的交谈声。王成，这次你可是真的露脸了，怎么样？李嫣然是不是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了？这还用说吗？王成这可是等于救了李嫣然母亲一条命啊！这种恩情还不足以让李嫣然动心吗？更何况王成还这么有本事。其实也没你们说的那么玄乎。不过嫣然对我的态度的确有了很大的转变。今天晚上我准备对嫣然表白，到时候还请哥几个帮我说几句好话。好说好说，就凭咱们这关系，别说是帮你说几句好话了，就算是你说等会把李嫣然那什么再送到你的休息室都没有任何问题。站在门外的我听着包厢里面的话，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怒意。我下意识的就想推开门进去，却又听到了里面的交谈声。这种事就算了吧，我王成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这种事还是做不出来的。更何况嫣然马上就成我女朋友了，我至于干这种事吗？那是，王成你长得这么帅，又这么有本事，更何况还救了李嫣然她母亲一命。如果都这样了，李嫣然还不答应你，那她答应谁？难道跟小杰那穷小子在一起吗？话说小健的那个视频你们看了没？就他上门接亲，结果段娟狮子大开口的那个视频。看了，那个视频早就在班级群里传疯了，据说班导都看过那个视频了。100万的彩礼啊，呵呵，上学那会段娟就是个高眼光的，没想到出了学校之后更过分了。小健跟段娟还真是天造地合的一对，一个眼光高，一个穷小子，呵呵。我在门外听得眉头直皱，正欲转身离开，却听到不远处响起了李嫣然的声音：小健，你来啦。说着，李嫣然走了过来，手上还带着水珠，显然是刚从洗手间出来。怎么不进去？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快走吧，就等你一个人了。李嫣然见我犹豫了一下，便笑着拉住了我的胳膊，往里面走去。只因为我没有给副院长进8+1，副院长就拿李嫣然母亲的事逼我低头。最后我进8+1的方式，他直接傻眼了。
那个，我说两句，今天请大家过来，是为了跟嫣然一起感谢一下各位。说着，王成转头看了李嫣然一眼。李嫣然虽然有些别扭王成对她的称呼，但是犹豫了一下，没有说话。前几天嫣然的母亲突发了心脏病，最终霍教授亲自做了手术，嫣然的母亲才脱离了危险。幸好手术很成功，嫣然母亲身体恢复得很好。上一次嫣然过生日的时候，因为某些事情并没有玩开心，所以我就想着把你们再请过来，顺便再感谢一下你们。王成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是以主人的姿态说的。如果不知情的人还以为王成是李嫣然的男朋友呢。没事没事，多大点事，咱们之间用得着说这种话吗？再说了，我们不是也没帮上多大的忙吗？霍教授还不是王成你请过来的。对呀，要我说啊，嫣然的母亲能够痊愈，都靠了王成你忙前忙后。而且我们离开之后，你还每天鞍前马后的照顾嫣然的母亲，你就是把嫣然的母亲当做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不知道的啊，还以为你早就跟嫣然结婚了，哈哈。你别乱说话，我跟嫣然就是朋友，同学的母亲，我照顾不是应该的吗？要我说啊，如果我有这么爱我的人，我早就嫁了。李嫣然听着他们一人一句，眼中犹豫之意更甚。王成，你这份恩情对我家来说实在太重了，谢谢你。嫣然，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们是同学，本就应该互帮互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不用说谢谢了。嫣然，王成这么多年对你的感情你也很清楚吧？人家都为你这样了，你就答应了吧？原本以为气氛已经烘托的差不多了，而且王成这几天所做的足够感动李嫣然了，李嫣然应该直接答应下来才对。王成，你知道的，我现在根本没心思谈恋爱。王成微微愣了愣，没事没事，我理解，等阿姨好了之后再说。李嫣然还想说什么，却被王成直接打断了。对了，嫣然，等会傅叔叔也要过来，你可要好好感谢一下傅叔叔，多亏了他才能请动霍教授。应该的，应该的。嫣然，阿姨的病情没什么大碍了吧？没大碍了，有霍教授亲自主刀，我母亲的病已经差不多根除了。那就好。二人只是交谈了一句，便没有再说话，但是落在王成的眼中，却带上了一丝怨恨。李嫣然，你到现在都不愿意答应我，还是因为小健吗？我自认比小健要好处不知道多少，对于你也是一心一意，追求了这么久，而小健却跟段娟在一起这么多年，难道这样都比不过小健这个穷小子吗？小健，你跟段娟现在还有联系吗？我的动作微微一滞，而后摇了摇头，没了。可惜了，当年你跟段娟可是我们班里感情最稳定的一对，没想到出了大学之后，段娟就变成了这样。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段娟所作所为虽然有些过分，但是你们毕竟有这么多年的感情基础，这种事能挽回就尽量挽回吧。王成此言看似是说给我听的，实际上却是说给李嫣然听的，摆明了就是提醒李嫣然，让她别忘了我跟段娟的关系。就在这时，副院长走了进来。傅叔叔，您这边请。副院长点了点头。副院长来的餐桌前，众人都纷纷向他问好，唯独我静静地坐在一旁，没有理会他。这家伙是什么来路？一个穷小子罢了，几天前因为掏不起彩礼而被女方退婚了。还有这事，怎么你跟他有仇？不算有仇，看这家伙不顺眼而已。副院长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二人的交谈声很大，压根就没有要顾及我的意思。傅叔叔，这次请您过来，是想感谢一下您。小程啊，我们两家是世交，就没必要说这种话了。不管怎么样，您能帮我这个忙，我跟嫣然打心里感激您。好，既然你都已经这么说了，傅叔叔，感谢您救了我的母亲。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王成是你女朋友吧？王成笑了笑，没有否认的意思。我之前就跟你说了，救你母亲这事，你感谢小程就行了。我本来就是一个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工作。怎么，小健你怎么不敬傅叔叔酒呢？我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难道你是看不起傅叔叔，还是说傅叔叔根本就没有资格让你敬酒？我明明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王成这句话一出，等于是直接把我给架了起来。眼看着所有人都看了过来，李嫣然也知道我此刻的情况。傅叔叔，小健他刚刚喝了很多酒，不能再喝了，我替他敬你一杯酒吧。我不跟你喝，我要这小子敬我酒。我如果不敬呢？你不敬酒，我当然拿你没办法。不过我记得你的那个同学，他母亲似乎还在我们医院吧？副院长显然是被我激怒了，拿李嫣然母亲的事逼迫我低头。李嫣然听到这话，原本有些绯红的脸瞬间变得煞白，瞪大了双眼看向了副院长。王成闻言也急了，傅叔叔，嫣然母亲她现在这是由不得你了，要看你这位同学怎么做了。哼，怎么样，这杯酒你是敬还是不敬？我依旧没有说话，但是心中却已经恼怒了起来。小健，难道你真的要继续坚持吗？你就算不喜欢嫣然，也没必要这样吧。如果嫣然母亲真的因为你出了什么事，我看你以后还怎么有脸见嫣然。小健，你就敬一杯酒吧。坐在我旁边的李嫣然生怕副院长真的暗中针对他母亲。怎么样，小伙子，酒你是敬还是不敬？敬啊，为什么不敬？见我终于低头了，众人都微微松了一口气。副院长，我敬你一杯。
我还没让你喝，你就想喝，态度都不端正，重新敬。所有人都以为我会生气，但是我的脸上却十分平静，甚至露出了笑意。好，我重新敬。我嘴角挂着微笑，而后手上的杯子微微一倾，透明的酒液顺着杯沿便流了出来，而后洒落在地上。敬完了，味道怎么样？副院长为了逼我下跪认错，居然拿我的女友柳如烟的清白来威胁我，我一句话让他冷汗直冒。小子，你是真的不怕我啊？副院长说完便拨通了一个电话，查一个病人，霍教授主刀做的手术，我记得他用了很多国外的进口药，总价值过200万了是吧？听到200万，李嫣然的脸色彻底变得煞白。但是就在此时，一个老者走进了包厢，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突然进来的老者。小子，我能够让霍教授帮你同学治病，自然能够让人收拾你们。年轻气盛是好事，但是太过狂妄就不好了。是吗？难道你就不怕我举报你收受红包？哈哈，举报我？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敢这么收红包，背后没有一点底牌吧？王成，你刚刚给我的是要拿来贿赂我的吗？怎么会啊？这是我父亲上次跟您打牌输的马内，我只不过是拿来给您而已。怎么样？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我不说话了，但是一旁的李嫣然却忍不住了。傅叔叔，您要是有什么气对我撒把，求您放过我母亲。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副院长也不再掩饰什么。想让我放过你们，可以让这小子跪下道歉，然后你去开好房间等我，我可以放过你们。此话一出，所有人的脸色都是猛了一变。傅叔叔，这件事是我同学做的不对，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放过他吧。而且您也知道，我喜欢嫣然，您总不能跟我抢吧？你喜欢关我什么事？放心吧，我就玩玩，不会跟你抢的。傅叔叔，您这么做未免也太过分了吧？我过分，你就不过分了吗？你叫我来这里是什么意思？你当别人不知道吗？我只是想请您吃顿饭，您这么做有顾忌过我爸的面子吗？想用你爸来压我，你不觉得的太可笑了吗？你现在给你爸打一个电话，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说。王成不用想都知道，这个电话如果真的打出去了，他父亲有很大的可能会让他向副院长道歉，然后赶紧离开这里。我给你10秒钟考虑，让这小子跪下来道歉，然后你陪我1晚上，我可以让人放过你母亲，否则你就去筹马内吧，毕竟200万也不是什么小数目。副院长，不管怎么样，我母亲没做错什么，求您放过我母亲。您想让我陪您，我可以去。您要小健跪下道歉，我可以跪下替他向您道歉，只求您放过我母亲。小健，嫣然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不肯跪吗？我算是看错你了，没有本事还爱惹事，惹完了事却让一个女人去承担，你还算什么男人？我要你的道歉干嘛？我只要这小子的，你今天晚上乖乖等我就行了，到时候你有的是时间跪。副院长说出来的话却极为不堪入耳。够了，你还没资格让我跪，一个只知道争名夺利的人家也好意思让我跪？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你真的有资格请动霍教授吗？副院长听到了我的话，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哈哈，没错，霍教授的确不是我能指使的，不光是我，整个华国能够指使霍教授的都没几个人。但是这就是你跟我这么说话的底气吗？就算我没办法指使霍教授，也不是你能够惹得起的。说罢，副院长转身便向门外走去，但是副院长走到门口之后，却愣在了原地，因为包厢的门口站着一个老者，老者面色阴沉，看着副院长一言不发。霍教授，您怎么过来了？我为什么来这？如果我不来，又怎么能够看到这一幕？你可真的不愧是医院之长，我看我有必要向你们省卫生院建议一下，好好核查一下你们医院的资质了。霍教授此言一出，副院长的脸上瞬间冷汗直流。不，霍教授，您听我说，我刚刚就是跟他们开个玩笑，我不会真的胡来的。王成，我刚刚在跟你们开玩笑，对不对？王成犹豫了一下，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他说一句对副院长不利的话，很有可能借此机会扳倒副院长，毕竟副院长的手底下绝对不干净。但是如果真的把副院长扳倒了，那他根本无法保证下一个上任的院长是否还会跟副院长一样选择跟他家合作。是啊，霍教授，刚刚副院长是在跟我们开玩笑。霍教授，您要相信副院长绝对不会是那种人，他只是在跟我们开玩笑而已。副院长作为医院之长，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所有人都出声帮着副院长说话，但是我跟李嫣然却默不作声。好啊，看来你傅海这么多年的院长不是白做的，我也懒得跟你多说什么，你自己准备吧，我会如实告知你们省卫生院的。霍教授话说完，转头看向了我。你就是小健吧？我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下来。看到我点头，霍教授迈步走向了我。上次就是你打的电话吧？实在是当时没有医生能给我同学母亲做手术，无奈之下只能打扰霍教授您了。确实，你同学母亲的病情的确不是一般医生能够处理的，光是那些并发症就足够让他们难以应付了。叫霍教授太生分了，我与你爷爷当年是旧识，如果不介意，就叫我一声霍爷爷吧。霍教授语出惊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向了我。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您能够帮我。哈哈，你小子
说完之后，霍教授又看向了李嫣然。你就是那位患者的家属吧？李嫣然闻言连忙点头。我叫李嫣然，您之前做手术的病人是我母亲，万分感谢您救了我母亲。你放心吧，你母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只要等出院之后注意调养，以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每年记得复查1次就行。李嫣然眼眶之中含着泪水点了点头。另外，霍教授又转头看了一眼站在那里的副院长。如果这家伙有什么违规操作的行为，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有的是人收拾他。您放心吧，霍教授，如果我碰到这方面的问题，肯定会给您打电话的。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有什么事，随时都可以打给我。我今晚要去赶飞京城的飞机，就不陪你们多聊了，先走了。您慢走。王成说要请我们吃饭，但是饭吃到一半人跑了。嫣然，刚刚是我们错了，不应该那么说你，你可一定要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因此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同学感情啊。是啊，嫣然，我们也就是看在王成请我们吃饭的面子上才会如此，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说起王成，这家伙真的不是个东西。对呀，说是请我们吃饭，结果饭吃到一半，这家伙人跑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人，早知道这样就不喝那毛子了，谁知道会这么贵啊！得了吧你，王成就算不叫你，你看到毛子你能忍得住？我问你，你怀里抱的这是什么？你还好意思说我？你怀里不也是抱着毛子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喝了8+1，但是我不说虚的，喝了就是喝了，说这么多马后炮的话干嘛？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你说的这么大义凛然，有本事你去把账结了啊！行了，本来就是我请大家吃顿饭，也就该我出马内，你们也不用不好意思。服务员本来都要结算完成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来电显示是王成，便接了起来。说了2句之后，服务员挂断了电话。不好意思，小姐，您的卡里的马内不够结账。你说什么？不够结账？怎么可能？是的，您卡里的马内的确是不够结账。怎么可能？我卡里还有2万多。是这样的，您几位喝的8+1都是我们王经理自己出马内买的，那些8+1价值10万，所以您这次的费用应该是10.032万。您的卡里没有这么多马内。你刚刚说什么？那一箱8+1值10万？你们这就是在抢马内。王成说值多少就值多少，你们怎么不说值100万？你让王成亲自出来跟我们说，我还就不信了，什么8+1能这么贵？请你们几位不要为难我，8+1的确是王经理放在店里寄卖的，你们要是有疑问可以跟王经理联系，但是现在还请你们几位结账，否则谁都不能离开。服务员话音落下，站在门口的那几个保安也都往前一站，让众人心头一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掏出了银行卡，递给了服务员。刷我的吧。服务员看着我拿出了银行卡，嘴角挂着职业性的笑容，拿着我的银行卡准备刷了 POS 机。但是就在这时，王成又打来了电话，就说刚刚你听错了，其实是一瓶8+1 10万，餐费可以免了，他们必须要把8+1的费用出了。一瓶10万吗？快去办。说完之后，王成便挂断了电话。不好意思，先生，我刚刚听错了，刚刚王经理打电话过来说的，其实是一瓶8+1 10万，所以您各位需要支付60万。当然，鉴于您各位在我们酒店的消费数额过大，我们可以把您各位的餐费免了。你们有完没完？一下1万，一下10万，现在又涨到了60万，你们还真是抢马内的啊！就是啊，事情也没你们这么做的吧？一瓶8+1 10万，你出去打听打听，有这么贵的8+1吗？你把王成给我叫出来，今天这件事要是没个说法，我们就不结账了。对，就算是抢马内，也没有你们这么抢的，哪里还有随时抬价的？叫王成出来。对，叫王成出来，我倒是想要看看他怎么解释这一瓶8+1 10万，我倒想问问他哪里买到的8+1，为什么这么贵？众人越说越气，声音也越来越大。什么事啊？吵这么大声？服务员见王成出来了，顿时暗自松了一口气，连忙走了过去。让你办点小事你都办不好，要你有什么用？服务员知道王成是在演戏，也没有当真。王经理，您还是看一下您这些同学吧，明明是您放在酒店寄售的8+1，但是他们就是不认账。行了，我知道了。王成应付了一句，便向众人走来。小静，我看你说的最凶，是不是你要结账？行了，刷卡吧。先生，您卡里的马内不够的。你刷了吗？没有刷，你知道我卡里没马内。服务员被我一训斥，也生了点气。那你过来输密码啊。没有密码，你直接刷就行了。我倒要看看你卡里到底有没有60万。服务员拿着卡刷了下去，但是随即便响起了交易成功的提示音。王成，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有什么事你冲我来，让他们先离开。嫣然，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我再说一遍，让他们走。你有什么账都来找我算。找你算账？我们有什么好账要算的？还没弄好吗？把卡还给他吧，没马内还爱出面子。服务员听到王成的声音，抬起了头。怎么了？那个付款成功了。你说什么？付款成功了？60万，付款成功了。说着，服务员拿着我的银行卡向我走了过来。不好意思，先生，让您久等了。现在我们能走了吗？不好意思，先生，请您稍等，我需要联系一下我们老板。
我点了点头，也没有说什么。服务员转身就去打电话了。小季，大手笔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刚刚付款的那些马内是你结婚的时候准备的吧？我瞥了一眼王成，强烈的醉意已经让我懒得说话了。我没记错的话，这些马内可都是银行的，你这么拿来用了，确定没问题？就算你走法律程序从我手里拿走了马内，但是我要是真的给你拖个1年半载的，光是利息都够你喝一壶了吧？或许吧。那服务员在接通电话说了几句之后，便走过来对我说道：“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老板说了，所有的8+1都按进货价计算，菜价给您极为免除了，因此你们只需要支付6000元就行了。多出来的马内我们会在2个工作日内退还到您的账户中。”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揽着李嫣然的腰便往外走去。王成只是站在那里，便已经面色铁青。周平，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居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不好意思，老板刚刚已经说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担任酒店的经理职位，所以我不需要再听你的话了。我的前女友柳如烟一家子想要霸占我的房子，我反手就甩张传票给她。姐，我不管，我就要娶她，你就想办法呗，不就一套房子吗？我不信你到现在还没有挣出来。你以为我挣马内那么容易吗？150万啊，你去给我变出来。姐，我相信你肯定有办法的，你就想嘛。对了，小健的那套房子卖的怎么样了？有买主吗？你以为卖房子这么容易吗？就算有买主确定要买，中间还要走好几天流程，没有那么快的。那怎么办啊？姐，要不你给小健打一个电话，他手里肯定有马内。你上次不是说他帮他老板买了一套别墅吗？他肯定从中赚了不少马内。段娟没有说话，不过就在这时，段娟的母亲王婉如却是突然骂了起来：“小健这家伙真的不是个东西，气干我了！”老妈，怎么了？妈，大晚上的你这么一惊一乍的干嘛啊？你们自己看。王婉如把手上的传票丢在了桌子上，段娟伸手拿过了传票，第一眼便看到了盖在上面的印章，而后脸色猛地一变。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会收到法院的传票？这小健究竟是什么人啊？毁了你的名誉也就算了，现在居然敢拿官方来压我们，我真的搞不懂当初你是怎么看上这家伙的。段娟的眉头微皱，虽然对王婉如说的话心里不舒服，但是依旧没有说什么。姐，现在怎么办啊？那套房子跟彩礼不会不要回去吧？要是这2样不要回去，那我就真的没办法结婚了。没事，小健不可能把马内跟房子要回去的。见段娟如此笃定，段秋也静下了心。姐，实在不行，你就去找王海。段娟皱着眉头看了段秋一眼，见段娟不说话，段秋又开口道：“姐，你就联系一下他吧，就差几10万而已，他肯定愿意借的。你总不能真的看着我跟小燕分手吧？”拗不过段秋的请求，段娟只能掏出手机给王海打电话。小娟啊，有什么事吗？那个，我想跟你借点马内。你不是才敲诈了那小子几10万吗？怎么这么快就花光了？不是，我要给我弟弟买房子，手里还差点。电话那边的王海还没有说话，段娟便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亲爱的，工作的时候打什么电话呢？”那个，小娟，你稍等一下。说罢便没有了声音，显然是被放到了一边。不过听筒里传来的撞击声却极为清晰地传到了段娟的耳中。王海在那边干嘛？他在写作业，为什么不挂了电话？是怕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吗？一旁的段秋自然也听到了这声音，眼中闪过一抹艳羡之意。这有权有财就是好啊！姐，咱们就是为了借马内，等马内借到手了，你随时都可以甩了他。但是现在你可不能做傻事。段娟转头看了段秋一眼，什么话都没有说。见段娟这个样子，段秋便知道她听进去了，起身自己回屋了。王婉如跟段娟父亲也回了房间，只留下段娟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听着手机那边传来的声音。10几分钟之后，那声音方才停了下来，随后传来了王海的喘息声。喂，还在吧？段娟嗯了一声，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刚刚跟人谈了会事。段娟心中已经万马奔腾了，却没有说出来。没事，刚刚跟你说的那个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刚刚说什么？要借马内？对，我想借20万给我弟弟买房子。借马内这事你找我就对了，看在我们的关系上，我怎么也要给你开个绿灯。这样吧，利息就按最低走，只要你的抵押够，要多少马内我都能借给你。不是，你可能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是想向你个人借马内，你会借给我的吧？问我借马内？哈哈，当然可以，你既然开这个口了，我当然会借给你，甚至直接给你也没有关系。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们是什么关系啊？你的弟弟不就是我小舅子吗？说吧，还差多少？我就知道你是最爱我的，放心吧，我也不要太多，30万就够了。30万怎么够？50万，我给你50万。真的吗？哇，我真的太爱你了。小娟啊，我这么爱你，你要50万，我想都没想就给你了。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个忙？当然可以，你说吧，什么忙？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客户非常难缠，我想让你陪他去喝一顿8+1，让他把手里的资金存在我们银行，只要这件事情能做成，我就给你50万。喝8+1吗？这件事听起来也不难啊，为什么王海会这个态度？不过能有马内拿就行了。好，我答应了。是跟谁去喝8+1？我也不知道，等问清楚了会再联系你的。二人说了几句便把电话给挂了。
我的前女友柳如烟傍上了大款，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哪个包厢？我已经到2楼了。3楼。行，我知道了。小贱，你给我站住！你什么意思？既然起诉我，你以为这样就有用吗？小娟啊，怎么回事啊？你跟这位小兄弟有矛盾吗？我看到张总之后，眉头微微一皱，又换一个了。什么叫又换了？你到底会不会说话？我是换了新的工作，我现在是张总的秘书。小兄弟，你跟小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有事吗？没事，只是听说你跟小娟有点矛盾，所以过来看看。我听王海说，你跟小娟之前差点结婚了，结果因为马内的事没有结果，怎么回事？跟你有关系吗？我怒对了一句，而后看着段娟，你现在可真是越来越没底线了。段娟闻言火立马起来，你还好意思说我？我倒是要问问你，那套房子的房产证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你为什么要向法院起诉我？难道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房子收回去了？我告诉你，没门！小伙子，不是我说你，就这么大点事，至于闹到法院吗？男人嘛，就是要大气一点。你要是一直盯着那100来10万的，以后成不了大事的。张总说的很有道理，你识相点就赶紧去把诉讼撤回了。段娟现在是张总的人，不是你能够惹得起的。什么张总？我听都没听说过。我不缺马内，只是不想让马内白白给段娟而已。小贱，你别逗我了行吗？不差马内，你要是真的不差马内，之前会因为100万跟我家闹翻吗？行了，你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很清楚，你没有必要因为这种事强装面子。行了，小兄弟，你就算再有马内，能有我有马内吗？听我一句劝，赶紧去把法院的诉讼取消了，否则你会很后悔的。我没有说话，依旧只是淡淡的看着3人。小贱，我知道你到现在还恨着我，但是你要清楚一件事，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世界的人。以前是我太过单纯，才会那么傻的陪着你，但是现在你已经够不到我了。我劝你能够认清现实，那些东西现在都是我的。你如果依旧要执意起诉我，我可以告你诽谤，到时候你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3人这边的动静把服务员给引了过来。不好意思，各位，能否请你们安静一点？其他客人还要用餐。见服务员过来，段娟突然想到什么，而后看着服务员，我记得你们酒店是4星级的吧？是的，小姐。既然是4星级酒店，那就应该有入店的规矩。这人一身地摊货都能够进来吗？他身上这些衣服加起来都不超过300块马内。什么时候你们酒店的标准这么低了？难道就不怕他吃完饭付不起马内吗？服务员闻言看了我一眼，发现我身上的衣服的确是不怎么样。不好意思，小姐，无论如何，还请您能够安静一点，感谢配合。看这样子，服务员显然是不认识他们3人了。把你们周经理叫过来，我倒是想要问问他，这里现在是不是真的什么人都能够进来了？张总想要借这个机会在段娟面前出出风头，就只能拿我来开刀了。服务员闻言只好转身去请经理了。王行长、张总，这是怎么了？2位怎么生了这么大的气？老周，你来的正好，我倒是想要问问你，你们店现在真的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了吗？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也不怕玷污了你们店的招牌？行了，老王啊，店里的规矩你也懂，你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你跟一个穷小子较什么劲啊？也不怕跌了你摩根银行行长的身份？这可不是我的事，这是张总的事。张总的新秘书被这小子给起诉到法院了，你说这事我们能怎么办？周经理闻言眉头微皱。张总，您说怎么办？按照你们的店规办事，衣冠不整者别让进门。可是我们店没有这样的规矩啊。没有这样的规矩，那就限加一条，如果这件事你办不了，我就让你们老板来办。办得了，办得了。说着，周经理转头看向了我。不好意思，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还请你能够离开这里。规矩始终是约束普通人的，对于有马内有事的人没用。我看了周经理一眼，而后转头看向了张总。如果我不离开呢？我看你小子是真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不离开，我就让人赶你走。我看谁敢！贺涛一脸怒容的迈步走了过来。贺少，您怎么过来了？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吩咐一声就行了，何必下来跑一趟？我为什么下来了？我要是再不下来，只怕是我的客人都要被你们赶走了。什么？这是您的客人？不好意思，贺少，我并不知道。贺涛看着周经理，还想说什么，旁边却响起了张总的声音：“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贺涛侄子啊！”我当是谁呢？这么大的架子，一言不合就要赶人走，原来是张叔叔，张总啊！张总语气不善，贺涛的语气又何尝好了？侄儿，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什么叫我架子大？我只是帮着周经理清理一些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罢了。周经理还不赶人，难道真的要等着我叫你们老板过来吗？我看你敢不敢？周经理被夹在中间，显得颇为尴尬。我看着场面气氛越闹越尴尬。贺涛，尽快处理完。好的，周经理，跟我过来一下。周经理闻言连忙跟了过去。的前女友柳如烟以为自己找到硬的后台了，想把我赶出酒店，没想到最后自己灰溜溜的跑了。怎么，你不会认为贺涛来了就能够帮你一把吧？我没有说话，随后就看到周经理一脸震惊的走了过来。周经理，现在能赶人了吧？段娟听到张总的话，脸上带着笑意，靠在张总的肩膀上，一脸的笑意。看到了吧，小贱，这就是你这辈子都不可能碰到的阶层。我没有说话，只是淡淡的笑了笑。不好意思，张总，这件事我恐怕没办法答应你。
你刚刚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这位是我们酒店的客人，我没有权利赶他离开。听到这话，不光是张总愣住了，就连不远处吃饭的众人闻言也都是一愣。周经理，今天这是怎么了？居然会因为一个青年而跟张总翻脸？这小子不会是他的什么亲戚吧？不应该啊，就算是亲戚，周经理也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才对。对啊，周经理怎么说都是经理，不会傻到因为自己的亲戚去得罪张总。所有人看向周经理的眼神之中都带着深深的疑惑。张总在听到周经理的话之后，脸色瞬间变了变，然后掏出了手机。既然你没办法赶人，那我就给你们老板打电话，我倒要看看今天这人究竟能不能赶出去。说完后就拨通了酒店老板的电话。老张，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你们店里来了一个跟我有仇的小家伙，我让周经理赶他出去，但是周经理说不能赶。我打电话过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要问问你，这人究竟能不能赶出去？把电话给周经理吧，我跟他说。张总笑了笑，然后把手机递给了周经理。你老板要跟你说话。周经理也没有犹豫，接过了电话。你好，刘总。老周，不是我说你，你已经做多久经理了？张总这种大客户不能得罪你，不知道吗？赶紧把跟张总有仇的那个小子给我赶走，我不想再听到任何麻烦，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周经理的脸上带着苦笑，看了我一眼。不好意思，刘总，这个客人还真的不能赶走。你说什么？老周，连我说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刘总，不是我不赶，是真的不能赶。你知道这人是谁吗？是谁？我刚刚碰到了艾薇集团的贺公子，他亲口告诉我，这位客人是他们今天的贵宾。我现在就跟艾薇集团的贺总在一个包厢里，没听说有什么贵客要过来啊。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贺少爷说，这人是金盛现任董事长。老周，你刚说的是那位客人是金盛的新董事长。刘总，现在还要赶人吗？必须赶，给我把张恒这家伙给我赶走。周经理，现在能够赶人了吧？周经理点了点头。不是我说你，周经理，你这件事办得实在太过生硬了。算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赶紧让那小子滚就行了。说罢，张总揽着段娟的腰便想要转身离开，但是周经理却出声叫住了他。张总，请你稍等一下。还有什么事？我们老板说了，让张总您收拾一下，尽快离开。张恒脸上原本得意的表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震怒的神情。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抱歉，张总，这是我们刘总的意思，还请你不要为难我，请你尽快离开。张恒刚刚说完要把我赶出去，现在自己却要被赶出去了，这一幕实在是太有戏剧性了。简单来说，就是张恒的脸都被打得啪啪响。你有本事再说一遍。周经理还没有说话，贺涛却出声了。就算再说多少遍也是一样的结果。你呀，哪来的赶紧回哪里去吧。好，很好，非常好。张恒说完之后，掏出手机想要给刘总打电话，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却只是提醒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不用想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刘总是故意不接他电话的。打不通是吧？行了，赶紧走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张总气得吹胡子瞪眼，有心想要说什么，但是最终还是忍住了，转身便走。而王海跟段娟看着场上这转折，一时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你们还不走，等着干什么？王海被贺涛这一骂，顿时反应了过来，连忙追了出去。张总，您等等我，等等我啊！而段娟站在那里，脸色阴晴不定。小健，你别得意，房子跟马内我是不会给你的。我根本没有理会他的意思。你走不走？你要是不走，我找人赶你走。段娟闻言愤愤地看了贺涛一眼，只能转身离开。而此刻便有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不好意思，林总，今天的事是我管理不到位，还请您责罚我。我看着站在自己面前弯腰鞠躬的中年男子，摆了摆手示意他不用如此。不过中年男子依旧没有起身。见这男子不肯起身，我有些无奈。行了，起来吧，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刘总闻言方才诚惶诚恐地站直了身子。林总您放心，从今以后我都不会再让张红那个家伙进我们酒店。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我没有必要去怪罪你。前女友一家想要霸占我的房子，我反手把他送上相关部门。接到电话之后的王婉如一脸震惊，随后由震惊转为了震怒，握在手中的手机直接被砸在了地上。砸了手机，王婉如依旧觉得不够解气，转身去敲段秋的门。妈，什么事啊？一大早的把我叫醒，我昨天晚上玩到了4点，现在还没睡醒呢，我再去睡一会。睡，一天就知道睡。法院都通知让我们过去开庭了，你还睡？什么？我姐不是说不用担心吗？怎么会这样？行了，慌什么慌？把你手机给我，我给你姐打个电话。段秋看了一眼地上的手机碎片，然后把手机递给了王婉如。王婉如拨通了段娟的电话。喂，你找谁？听到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王婉如明显的愣了愣神。你是谁？我女儿呢？让她接电话。段娟，你的电话。喂，妈。段娟，你在哪？我在外面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法院都通知我们开庭了，你居然还在外面浪，你赶紧给我滚回来！说罢，王婉如便直接挂断了电话。而电话那边的段娟微微一愣，法院通知开庭，怎么会这么快？但是法院就算是开庭，也绝对不应该这么快。难道是小健搞的吗？不对啊，小健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就在段娟胡思乱想的时候，她的腰间伸过来了一只手，揽住她的腰之后一用力，直接把她拉了回去。5分钟之后，段娟跟张恒从酒店的房间走出来。
带段娟赶到家里，已经过去了1个半小时。你还知道回来？你自己看看时间，这都过去多久了？姐，法院通知我们要开庭了，我们该怎么办啊？放心吧，我有办法。你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跟我说实话，你昨天晚上没有回家，是不是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妈，什么这个男人那个男人的？这是星光集团的张总，他现在是我的老板，而且这一次是特意过来帮我们的。星光集团？星光集团是做房地产的啊，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个楼盘就是星光集团开发的。张总现在身价10几个小目标。王婉如闻言，整个人都是一震。张总，不好意思，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别介意，您快请坐。前后的态度变化让人惊叹。1个小时后来到了法院。小健，你居然还真的敢来，我今天不打嘎你。这位女士，如果你敢在这里动手伤人，我会就这一情况进行记录，等会交给法官。你让开，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不就是拿了这个家伙的满内助纣为虐吗？你拿着这个满内，你不嫌没良心啊？这位女士，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人身侮辱，我要求你立刻向我以及我的当事人道歉。小健，我告诉你，你不要得意，今天的事你是不可能得逞的。我已经失去了跟王婉如说话的欲望，见我不说话，段娟皱着眉头。小健，你以为靠法院就能把房子要回去吗？不可能，房子的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至于那些马内，都是你应该补偿给我的。我瞥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旁边揽着段娟腰的张恒，我还是没有说话。赵律师，你怎么会接这种案子？这不是有损你的身份吗？有损我的身份？我什么身份？我收到委托，所以过来帮忙打一场官司，有什么问题吗？反倒是王律师，你可真是什么案子都敢接啊！不会，哈哈。张恒看着赵律师，眉头微微皱起。如果我没记错，赵律师应该是金盛集团法务部门的主管，按理来说应该不会接私单才对。但是这一次怎么会给小健这种人做辩护，而且还是一个涉案不过100万的案子？这种价值的案子根本不应该值得对方出手才对。行了，现在逞口舌之力有什么意思？等会到了法院之上再说吧。王律师点了点头，不说话了。来到了审判庭，法官宣读了一番誓词之后，方才宣布开庭。审判长，我认为被告段娟一家采取威逼、利诱等行为，从我当事人手中骗取财产，已经构成了侵害我当事人财产的行为。本来赵律师这话说完，应该轮到对方律师说话的，但是王婉如这个暴脾气怎么可能忍得了？你放屁！我们骗他财产，你也不想想，他有什么财产值得我们骗的？法庭之上，保持肃静。现在还没有轮到你阐述观点的时候，请你保持安静。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的当事人只是因为情绪有些激动，才会有过激的话语，还望各位不要介意。审判长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我的当事人一家并未对小健构成任何侵权行为。位于安家花园的一套1室1厅的房子，房产证上只有我的当事人段娟一人的名字。那50万的彩礼，那些只是小健对于我当事人段娟进行的补偿。我认为对方律师所言并不符合法规，也并不符合世俗道德。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去银行进行贷款给对方提供精神损失补偿，所以我认为段娟一家在违背我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获取我当事人的财产，已经构成侵权行为，理应退还违法所得。被告律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对方律师说我的当事人强迫对方当事人，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方当事人在此之前是对方当事人的未婚妻，对方当事人所交给我方当事人的属于彩礼，而且是对方主动给予的，我方当事人并未构成侵权。审判长，我想问对方律师一个问题。允许发问。反方律师，既然你已经说了我的当事人所支付的都是彩礼，那么我想请问，在婚姻并未完成的情况下，而且双方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继续结婚流程的情况下，彩礼这一项是否还算成立？被告律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王律师被赵律师这一套组合拳给打懵了，面对审判长的发问，只能无奈地低下了头。小健，为什么你会这么恶毒？我女儿跟了你这么多年，你没有丝毫的感激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还想要抢走我们家的房子。保持肃静，双方律师还有什么证据要提交的吗？无论是赵律师还是王律师都闭口不言。退庭休息30分钟，30分钟之后宣布审判结果。前女友一家想要霸占我的房子，我反手把她送上相关部门。小健，亏我还叫了你这么多年的姐夫，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我瞥了他一眼，笑了笑。姐夫，或许吧。你以为你打官司就能把房子跟马内拿回去吗？我告诉你，不可能，你还不知道吧？我们有张总撑腰，就你也想斗赢我们，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说着，段秋又转头看向了我身旁的赵律师。小健给了你多少马内让你替他打官司？我愿意出2倍价格，只要你放弃，我就给你2倍的马内。我怀疑这位涉案人员有涉嫌贿赂我的想法，我需要向他提起诉讼。段秋闻言一愣，不过王律师反应很快。不，我的当事人并没有要贿赂你的意思，请赵律师不要误会，他只是觉得赵律师有些
辛苦，想要表示一下慰问而已。段先生，你是这个意思吧？段秋虽然心中有些疑惑，但是还是顺着王律师的话往下接了。对，我就是关心一下你，毕竟这场案件你们根本不可能赢，到时候你恐怕是1分马内都拿不到了。因为小健在打完这场官司之后，就要背上好几百万的账了，恐怕也没有能力支付你的律师费了。这就不劳烦你费心了。林先生并没有向我支付任何律师费，我只是看不下去你们的所作所为，义务帮忙而已。这家伙耽误了我姐这么多年，难道就不应该给一点精神损失费吗？无论是我，又或者是赵律师，都已经失去了继续跟这帮家伙打嘴仗的想法。我转身直接向休息室走去。张总，你可要给我做主，我现在可是你的秘书，是你的人。但是小健那个家伙在明知道我是你的人之后，居然还要起诉我，这不是打您的脸吗？放心吧，这小子居然敢不给我面子，不用你说，我都会整嘎他的。张总，您可都已经看到了，小健这小子是有多嚣张，耽误了我女儿这么多年的青春，此刻却是直接翻脸不认人，甚至连马内都想要拿走。行了，我知道了，王律师，我是相信你的本事的。这件事我什么都不管了，我要这小子败诉，你能做到吗？张总，您通知我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我手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想要让小健败诉，恐怕……王律师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所有人都很清楚他是什么意思。只要你能让这小子败诉，我就给你10万；如果你能让这小子放过来赔偿小娟一家，我再给你10万。张总，你对我真好。我们2个之间还说这些干什么？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说着，2人刚想进一步发展，就被一通电话打断了。哪位？有事赶紧说，我忙着呢。张恒还以为是自己的属下打过来的电话，语气听起来很冲。张恒，张总，威严挺足啊。何总，您怎么会给我打这个电话呢？如果我不打这个电话，您是不是打算在那里待一整天？如果你真的想要让你们公司破产，我可以满足你。言尽于此，何静直接挂断了电话。喂，何总，您听我解释啊！我自己究竟是哪里得罪了何静，居然会惹得他这个态度？留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段娟这件事吗？不可能啊，段娟一家都只是普通人而已，怎么可能接触得到何静？既然不是因为段娟，那显然就是小健了。张恒此刻突然想通了一切，一念至此，张恒的冷汗瞬间流了下来，一声不吭的往外走，多一刻都不敢停留。王律师见张恒这个态度，微微一愣，不过看张恒焦急的模样，连忙跟了上去，想要问问是怎么回事。从头到尾最茫然的就属段家的人了。段娟，你还等着干什么呢？追上去问问怎么回事呀？您放心吧，他会回来的。只是事实证明了段娟的想法究竟有多错误，直到再次开庭，张恒都没有回来。小健，你究竟想要干嘛？居然把我的律师都弄走了。张恒想要离开是他自己的事，你却把这件事怪在我的头上，不觉得有些过分吗？况且王律师主动放弃了为你辩护，这你都要怪我？段娟，我看你就是养尊处优惯了。段娟看着我一副满不在意的模样，心中气恼更深，但是却又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双方当事人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段娟等人却是义愤填膺的声讨起了我。最终的审判结果是让段娟一家人在1个月内返还所有从小健身上的获得，50万加一套房子，总价值在150万左右。段娟一家还想狡辩，但是在审判长威严的目光下，却是只能无奈放弃。姐，现在怎么办啊？我们不能把房子跟马内给小健啊。不给你能怎么办？你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自己想办法吗？段娟，你真的是长本事了。这件事明明从头到尾都是小健在搞鬼，你有气对着小健撒，你对着你弟弟撒什么气？段娟被王婉如骂了一句，也不说话了。小健，这马内我们不会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瞥了他一眼，转身便走。小健，你不要得意，这个判决我不会服的，我会联系律师进行上诉。随便你。姐，现在怎么办啊？要是没有房子，小燕不会跟我结婚的。行了，我知道了，你别再说了，行不行？不是我说你，段娟，你瞅瞅你这些年都干了什么？唯一谈的一个男朋友还是这种人。段娟看向王婉如，有心想要说什么，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开车在路上被精神小伙疯狂的故意别车，我的好姐姐叫他跳坑。臭小子，想你姐了没？想你，家里这么有钱你都不告诉我，还想让我想你？嘿嘿，这不是为了磨练你个臭小子吗？再说了，现在不是已经都告诉你了吗？告诉我，呵呵，扔给我这么大一个摊子，老爸跟老妈连个电话都没有再打过，你也好意思说？放心吧，等你适应了金盛的工作节奏之后，还有更大的摊子等着你呢。何静到时候是否会跟着我一起过去？怎么还打算让小静静给你打一辈子工啊？你想都别想，小静静是我的，等你什么时候回了总部，我就要跟她去全世界旅游了。怎么哪里都有你？怎么你看不惯啊？看不惯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小静静带走？林希言也没有丝毫示弱，而何静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脸上带着笑意看着二人斗嘴。我说老姐，你一口一个小静静，你们俩关系很好吗？林希言瞥了我一眼，然后毫不客气地伸手挽上了何静的肩膀。瞧你这话说的，小静静是我老婆，你说关系好不好吗？说着，林希言还趁着何静没注意，一嘴直接亲了上去。我看着这一幕，顿时惊住了。自己老姐既然是个那什么，就连何静也是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敢往下想了。
可是下一刻何静就开始解释。别听你姐胡说，她就是喜欢乱开玩笑。我闻言撇了撇嘴，一脸嫌弃的看着林夕颜。我还想说什么，林夕颜便站了起来。饿了，臭小子，陪你姐我去吃个饭吧。我点了点头，转头看向了何静。你要不要一起？你们去吧，早上耽误了很多事没有处理完，我去处理一下。小静静，晚上记得洗干净等我，我会去找你的哦。我开着车向索菲亚酒店驶去，突然被一辆兰博基尼给别了一下。我为了避免被别人下意识的把车往旁边猛打一下，而兰博基尼再次别了过来。坐在副驾驶上的林夕颜瞬间怒火中烧，撞上去！我微微一愣，我说撞上去，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敢在姑奶奶我面前这么嚣张！我闻言顿时一阵苦笑。林家家产以万亿来计算，但是这份实力摆在这里，都没有人敢在林夕颜面前嚣张。臭小子，给我撞上去！小小的天海市，居然敢有这么嚣张的人！行了，你别闹了，安安心心去吃顿饭不好吗？前面的那辆兰博基尼似乎只是单纯的挑衅一下我二人而已，挑衅完便油门一车子发出一声。林夕颜看着已经离开的兰博基尼，转头看着我，有些气恼。臭小子，你怎么这么怂啊？不就一辆兰博基尼吗？有什么不敢撞的？我的嘴角挂着苦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很快就到达了酒店门口。可以啊，还算你小子有点良心，没有真的带我去吃路边摊。那是当然，这么久没有见你了，怎么也得吃顿好的。路边摊嘛，等下次你来了再说。就在我们要走进酒店的时候，却响起了一个男子的声音：“这车是你的吗？”我们转头看去，看到两个类似精神小伙的人，我们都没有跟这两人说话的意思，转身就往里面走去。但是这两人似乎并没有就这么让我二人离开的意思。刚刚被我别了一下的就是你小子吧？啧啧，开辆宝马都好意思出来撩妹子，小妞别跟他了，跟哥哥我吧。我爸是这家酒店的董事，跟着哥哥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我听到这人的话，心里暗道一声不好。林夕颜是什么性格我很清楚，尤其是刚刚被这家伙开车别了一下，心里正挤压着怒火呢。林夕颜转头看着那青年，一脸笑意。那辆兰博基尼是你的？说着，林夕颜迈步向那青年走了过去。那青年没有感觉到丝毫的不妥，一脸得意。一辆车而已，改天带你出去兜兜风啊，让你知道宝马是有多垃圾。青年的话音刚落，林夕颜便是一脚踢出，自下而上，重重的踢在了青年的腿间，就连我都觉得坤坤一凉。你到底是谁？居然赶上了刘少，你知道他是谁吗？周围来往的客人也都转头看了过来，看到躺在地上的那青年时，都忍不住暗自心惊。他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之前被这家伙挑衅，我还一肚子火呢，现在居然还敢出声调戏我，这一脚都算轻的。那女生见林夕颜这个态度，好，很好，非常好。说完，然后向着酒店的门口走去。你们几个快过来，刘少爷被人给打了。四人见状，分出了两个人小跑过去。待看到躺在地上的那个精神小伙时，那两个保安的脸色都变了。其中一人掏出对讲机：“队长，刘少爷被人打了，你快过来。”周围的众人在看向林夕颜的时候，眼中都带着一丝幸灾乐祸。这女的是谁啊？连刘少爷都敢打？长得挺漂亮的，可惜是个惹祸精啊！这种人谁要是敢收了，迟早是要破产的。也不知道是谁的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见到正主。躺在地上的那个精神小伙此刻也缓过来了一些。你们居然敢打我！我告诉你们，你们完了！我告诉你们，刘少是索菲亚酒店董事长的儿子，我劝你们赶紧跪下来认错，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开车在路上被精神小伙疯狂的故意别车，我的好姐姐叫他跳空空，还想叫他姐夫来帮忙，下一秒就被制服。你们两个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别让他们跑了。那两个保安闻言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迈步便向我二人走了过来。有什么事还是等你们老板来吧，你们担不了这个责任。那两个保安闻言面面相觑，似乎还真是这个道理。对视了一眼，二人都明白了对方的想法，便都没有动手。林夕颜见状，摇了摇头，似乎是在示意什么人不用过来了。不远处，原本准备上的几个人看到林夕颜摇头之后都忍住了。而与此同时，从酒店之中跑出了一队人，领头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男子。小雨，你怎么样？没事吧？舅舅，救命啊！这是谁干的？是谁打了我外甥？舅舅，是他们两个。保安队长抬头看了过去，自然一眼就看到了我跟林夕颜。先送小雨去医院。有两个保安闻言连忙搭手把刘宇架了起来，然后向停车场走去。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抓人啊！随着这家伙一同过来的几个保安闻言，都向着我二人围了过来。周围的人见状，脸上表情各异。他们二人要是被抓起来了，将会面临什么？男的免不了被一顿毒打，至于女的，等刘宇的伤好了，肯定是要亲自收拾的。这么漂亮的女人，要是被刘宇给糟蹋了，就可惜了。就是啊，这么漂亮的女人，我估计啊，只有今生的何总才能一较高下了。周围的人小声的议论着，无不对林夕颜即将到来的命运表示惋惜，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阻拦。眼看几个人都向着这边围了过来，我的眉头紧紧的皱了起来。林夕颜静静的站在我的身后。小子，你居然敢打小雨，我看你真的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不知道小雨是谁吗？连他你都敢动，动了又如何呢？我让你生不如死，快点给我把他们两个都抓起来。
这几个保安也不等着了，直接便扑向了我二人，动手。下一刻，众人便看到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冲了过来。在面对这些黑衣男子的时候，那些保安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保安队长看到突然出现的这帮人，三两下便制服了自己的手下之后，眼中带着满满的不敢相信的神色。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把这家伙也给我抓起来！当即便有2个黑衣男子向着他赶过去。林少，我转头看去，才发现那个是周经理。周经理连忙跑了过来，我皱眉看着跑过来的周经理。周经理，你是什么意思啊？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件事是我们酒店做的不对。看着周经理躬身，所有人都愣住了。这小伙子究竟是谁啊？居然能够让周经理这么恭敬？不知道啊，没听说天海的地界上有这么厉害的人物啊。原本我还以为这小伙子是一时血性上来了，但是现在看来他是有所依仗啊。周经理此举只是为了压下这件事情，闹大了吃亏的绝对是他们。但是站在旁边的保安队长却是看不下去了。老周，你来的正好，快给我姐夫打电话，告诉他小雨被人断了命根子，问他怎么办。周经理却没有丝毫想要掏出手机打电话的想法，反倒是继续对我躬身。林总，张队长也是关心自己的外甥，还请您不要怪罪。老周，好歹你也是酒店的经理，别给这小子弯腰，丢了我们索菲亚的脸面。林希言闻言走了过去，而后在众人的眼神注视下，直接一耳光抽在了那个张队长的脸上，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你敢打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说着，张队长就想要动手，手抬起就想要朝林希言扇去，但是下一刻，我便一脚踹了出去。周经理看着这突然发生的一幕，心中已经把张队长给骂了不知道多少遍。林总，请您把他交给我，您放心，我保证以后他都不会再在您的面前出现。周岩，你个吃里扒外的家伙，我姐夫花钱雇你过来，你就是这么回报他的吗？周经理转头瞥了张队长一眼，没有说话。我看着周经理，点了点头。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这个家伙我就交给你了，希望你办事不要让我失望，否则我就要从上到下洗一遍了。周经理闻言脸上冷汗直流。是，您放心吧，我保证把这件事处理好。我见状方才点了点头。给我准备一个包厢，我跟我姐要去吃饭。是，您里面请。周经理连忙让开了身子，做出了一副请的姿态。等我们走进酒店之后，周经理看着那几个保安，先把张队长送去休息室，别让他乱跑。周岩，这件事我会如实跟我姐夫说的，你就等着被辞退吧。开车在路上被小伙疯狂的故意逼出，我的好姐姐让他没了空亏，还要让他们一家子知道什么叫错。雨儿，你伤到哪里了？妈，救命啊！我好疼啊！我以后可能没法做男人了，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其实刚刚的检查结果显示，他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伤，休息一会就好了，根本不存在什么断子绝孙的可能。只是一想到踢了自己一脚的林希言，刘宇就有些忍不住的激动。雨儿，你伤怎么样了？医生说什么了？张梅说着，转头对那2个保镖道：“快去找医生啊，让他再给我儿子做一次检查。”那2个保镖闻言转身离开了病房，去找医生了。病房之中的刘宇见保镖都已经出去，便带着哭腔对张梅说：“妈，这口气您可一定要替我出了。我受伤没什么事，但是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父亲的脸面都要丢尽了。”你放心吧，那2个打你的人一个都跑不了，我一定会把他们2个都抓起来，让他们蹲几年小黑屋。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打我的是那2个人里面的那个男的，那个女的没碰我。张梅疑惑地看了自己儿子一眼，您把那个男的抓走就行了，那个女的我自己解决。看着刘宇的模样，张梅便知道了刘宇心中所想，无非就是对那个女的动了心。放心吧，你说怎么做，妈妈就怎么做。果然还是你最爱我。放心吧，这件事妈给你搞定，你安心在这里养伤就行了。说罢，张梅便起身向外面走去，刘宇却急了，翻身也下了床，就想要跟着张梅一起过去。一行4人直接杀向了酒店。张胜，你这个舅舅是怎么当的？你外甥都被人给打了，你这个保安队长居然到现在还没有把凶手给抓住。姐，我也想抓人了，但是周元那个家伙，他让我手下的人把我给软禁起来了。什么？周元把你给抓起来了，放了他了？不光如此，你是没看到周元那家伙对那个伤了小雨的人有多恭敬，我都以为那小子是他亲爹了。不会那小子有什么大背景吧？在天海这地界上，背景再大能有多大？伤了我儿子，就算是天王老子，我也要让他跪下来道歉。说罢，张梅就挂断了电话。张胜看着被挂断的电话，脸上露出了笑意。周岩，让你软禁老子，等会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办。而此刻包厢之中的林希言满足的看起来就好像是吃撑了一般，舒服啊！这4星级的酒店做的东西倒是勉强还算可以。不管怎么样，吃得开心就好。吃饱了，走，带你去买几身衣服。我还没有吃完呢。你一个男生吃那么饱干嘛？你都胖了。我无奈只能跟着走，但是推开门却看到一帮人气势汹汹的往这边走了过来。姐，就是他们。张梅微眯着眼睛看向了林希言。妈，别把那个女人给伤了。张梅点了点头。小子，就是你打了我儿子吗？你是谁啊？张梅闻言一阵冷笑，而后身旁的张胜便出声：小子，我劝你最好老实点，这是我姐，是刘总的夫人。刘总的夫人，你带人过来，你老公知道吗？
怎么想用我老公来压我？我告诉你，你把我儿子给打了，就算是我老公过来了，也救不了你。妈，跟这小子说这么多干嘛？赶紧让人抓了，送局子里不就得了？你们几个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身后的保安闻言，便向着我走了过来。我跟林希言就站在那里，看着走过来的保安，没有丝毫动作。都给我住手！周元一边喊着，一边向着这边跑了过来。周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周岩，你刚刚舔这小子，我也就不说什么了。现在我姐都来了，你还要护着这小子吗？我看你的工作是真的不想要了。周经理，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吗？你在护着打伤了我的凶手。周瑜挡在我二人的身前，一脸的无奈，看着张梅夫人，董事长有命令，您不能插手酒店的运营，您忘了吗？周岩，连你也想拿我老公来压我吗？我告诉你，这2个人打伤了我的儿子，今天我必须把他们带走。识相点，你赶紧给我让开，否则我扒了你这身衣服。夫人，您最好还是再等等吧，我前面已经给刘总打电话了，等会刘总就会过来。如果到时候刘总让我让开，我绝对不拦着。周远，你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赶紧给我让开！但是周元却没有丝毫挪步。张梅转头便对那几个保安呵斥：“你们几个还傻站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动手！”那几个保安相互对视了一眼，只能向着周元走过来。够了，你们不就是想带走我吗？我跟你们走，不过你可要想清楚了，后果是不是你们能承担得起的？哼，笑话，在天海这地头上，我还没怕过谁，更何况是你这个毛头小子，给我带走！我跟林希言都被软禁了起来。小子，你居然敢打我的儿子！我劝你等会帽子叔叔来的时候自己承认你打人的事实，否则你就等着小黑屋坐穿吧。刘宇也冷哼一声，提起这件事，他就觉得下体隐隐作痛。从小到大，我还没有受过这种委屈。等下那小子必须要严惩。至于林希言，我会亲自动手的。刘宇的眼睛情不自禁地落在了林希言的身上。林希言见刘宇看向了自己，眼中满是厌恶之意，也没了想要跟这帮家伙纠缠下去的心思，掏出手机就想要打电话叫人过来。住手！随后张胜便向着林希言冲了过来，不用想都知道林希言现在掏出手机是想要干嘛，肯定是想要摇人。而此刻张胜已经冲到了林希言的面前，伸手一把便把林希言手中的手机给抢了过来，而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林希言看着被摔碎的手机，整个人都怒了，直接一个耳光抽在了张胜的脸上。你既然敢打我！张胜抬手便想要对林希言扇下去，我站在一旁见张胜举起了手，直接冲了上去。打我可以，但是敢碰我姐姐不行。刘宇见我居然敢打张胜，顿时脾气上来了。你们都在干什么？都给我住手！张梅在看到刘轩时，瞬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老公，你快来看看啊，有人要嘎了你儿子！刘轩根本无暇去顾及自己的老婆，一脸恭敬地走到了我的面前。林总，让您受惊了。我给你2个选择，你主动退出索菲亚，或者被迫退出索菲亚。刘轩闻言却是冷汗直流。如果是索菲亚的董事长，那他的地位在整个天海都是极高的。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刘轩没有丝毫底线，直接跪了下去。林总，我求求您了，不要把我踢出索菲亚，请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的。你这样是已经做好被踢出去的准备了。我冷哼一声，便带着林希言走了出去。王成看到我和我姐姐逛街，以为是我女朋友，不断的说我不好，最后我让他老实了。小姐，还真是你啊！没想到在这都能遇到你，但是你什么时候居然舍得来这么高档的地方买衣服了？见我没有说话，王成又笑着道：“怎么样？那60万被我弄走的滋味不好受吧？”说着，王成转头看向了身旁的女生小燕，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小贱，就是那个带了几十万想要娶媳妇还没娶到的小贱。我认识。王成微微一愣：“你怎么会认识她？”我在听到王成叫这女生小燕的时候，也突然想了起来，这女生好像就是段秋的那个女朋友。正是因为这个女生，段家才会狮子大开口。只不过这女生不是段秋的女朋友吗？现在怎么会又跟王成搅和在一起吗？这件事如果被段秋知道了，不知道会怎么样。想到这，我莫名的就感觉很爽。这不就是段秋他姐姐的那个未婚夫吗？王成闻言方才恍然大悟。这么说来，小贱你大学的时候那么拼命挣马妹，其实都是在给我养女人啊！嘿嘿。我没有说话，王成却不打算就这么放过我。李嫣然呢？怎么没见你带她出来？不会是她知道你身上背着这么多贷款，然后把你给甩了吧？王成这话恰好被拿着一套衣服走过来的林希言给听到了。贷款？什么贷款？林希言看着王成，你刚刚说的李嫣然是谁？还有那个贷款，怎么回事？你是谁？林希言眼睛一转，然后直接伸手挽上了我的腰。你看不出来吗？我是小贱的女朋友啊！我刚想说什么，被林希言提前瞪了一眼。显然，林希言并不想让我在这个时候说话。王成听到林希言的话，一瞬间只觉得嫉妒感爆棚，一心只想搞臭我在林希言心中的形象。你是小贱的女朋友，但是我知道的可不是这样。他前2天可是才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你不会是头上长青青草原了吧？王成此言一出，我的脸
脸色一变，我的表情突然发生变化，在王成看来，我就是做贼心虚了。其实我跟小健是大学的同学，上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女朋友，那会两个人那叫一个恩爱啊，恨不得什么时候都缠在一起。但是大学毕业没多久，两个人就分手了。小健甚至借了100多万的贷款，到现在都没办法还。林希言闻言脸上露出了一副吃惊的模样。女朋友是吧？不告诉我是吧？100万的贷款是吧？你别信他呀，都是没有的事。这家伙跟我有点矛盾，所以才会故意这么说的。我故意这么说的，需不需要我现在给段娟或者李嫣然打个电话问清楚？行啊，你现在都敢背着我谈女朋友了，还敢去贷款？你说说，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干的？我知道错了，真的错了，你就饶了我吧。王成看着二人这个模样，继续火上浇油。依我看啊，这种人就应该一脚踹开，让他滚远点，免得继续祸害你。就是啊，现在专一的男人可真的是不多了，还好我碰到了。你又是谁？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打算怎么处理小健这家伙。王成之所以这么说，其实也是有了自己的小心思。要是这辈子能够娶到林希言做老婆，那就赚大了。林希言听到王成的话，不由得冷笑。我怎么处理他，跟你有关系吗？王成也是一愣，这是我们两个的事，你跟着瞎掺和什么？王成算是看明白了，女人的脸就是6月的天，说变就变。你不就是想挑拨我跟我男朋友的关系吗？我告诉你，不可能。我喜欢他，他有多少女人我都不介意，不就是一个吗？带回来我看看就行了，你说是吧？林希言看着我，显然是让我陪他演下去。是，等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带回来让你看看。看到了没？这才叫爱情。王成此刻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眼前的这一幕，可是接下来林希言的举动更是让他有种崩溃的感觉。他刚刚说你欠了很多贷款，哪个行的？工行的。林希言点了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找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钱叔叔，你帮我查一查，你们工行天海市的分行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小健的名下有笔贷款？行，你等一会。没过几秒，电话那边的人就说道：“不对啊，能让你这么上心的，不会是……钱叔叔，你知道就行了，可不许跟别人说。你帮我把他的贷款还了，码内我等会让人打过去。”行了，钱叔叔办事你还不放心，下次记得来叔叔家吃饭就行了。你阿姨可是念叨你好久了。那我可要吃狮子头。闲聊了2句之后，林希言挂掉了电话。你的贷款我给你还了，下次不许这样了，缺码内了跟我说啊，我又不是不给你，我等会给你转100万零花。好，都听你的。站在我二人对面的王成二人听到林希言跟我的对话，确实有些崩溃。和我的姐姐柳如烟去逛街，偶遇势利眼老板，我一个电话，老板连连后退。切，100万的零花钱，骗是玩呢。装也要装的实际点吧？你觉得你说这话我们会信吗？商场之中人流量本来就很多，原本只是远观，此刻听到王成二人的话，有不少人都向着这边走了过来。小健，他们不相信哎。行了，我们走吧。走什么啊？我们都还没有见识你这100万的零花钱呢，让我们见识一下呗。就是啊，我从小到大还没见过零花钱是按100万来算的，就让我开开眼界呗。美女，你就给他们看看你的100万零花钱吧。门口的动静此刻已经惊动了这家店的店长。怎么回事？要是有什么矛盾，可以跟我说说。我看你们店的档次挺高的，怎么现在什么人都放进来啊？我们风尚服装走的的确是高档服装路线，但是并没有决定什么客人能进来，什么客人不能进来的权利。几位如果有什么矛盾，可以去店外解决，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我可没有说不让你做生意，我是来买衣服的，但是这2个家伙却一直在旁边碍着我的眼，我没法挑啊。就是啊，装也不看看自己的情况，就他们身上穿的这2身衣服，也好意思装？店长闻言看向了我，先生、详姐，还请你们离开，不要干扰我们的正常经营。另外，还请这位小姐能够归还我们店里的衣服。没有了解真实情况，就急着下结论要赶人，你们店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吗？如果是真心想要买衣服，我们自然会尽心接待，但是我现在怀疑你并不是来买衣服的，还请把衣服放回原处。本店不接受试穿，更不允许在没有结账前就把衣服带出店里。小姐，你没钱买就把衣服给人家放下吧，别把衣服给人家弄脏了，人家还怎么卖？听到了吗？其他的客人都看不下去了，快去把衣服放回原位。你说让我把这件衣服还回去吗？不然还能有哪件？林希言看着店长，然后嘴角微微一挑，松开了抓着衣服的手。你立刻捡起来，然后道歉。这件衣服价值5800，你们也必须买了。如果我们不买呢？那你们就等着被保安带走吧。说着，那店长直接掏出手机打起了电话。我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同样掏出了手机，拨通了何静的电话。小舅子，是谁敢在你的店里撒野？店长连忙迎了过去。姐夫，你终于来了，就是这2个家伙。
嘿嘿，就他们2个嘛，看着不像啊。姐夫，你可不要被他们给骗了。刚刚那个女人还把我店里的衣服扔在了地上。这件事我可以作证，的确是他们把衣服扔在了地上，还拒绝赔偿。保安看了王成一眼，没有理会，提着装着衣服的袋子便向林希言走了过来。这位美女，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金盛购物大厦的保安副队长。既然你是保安队长，那我想问问你，购物大厦什么时候有这规矩了？掉在地上的衣服就必须要买？你谁呀？没看到我正在跟这位美女说话吗？你插什么嘴？我只问你一遍，购物大厦什么时候有这规矩了？我就是规矩，衣服就是你扔的吧，小子！我劝你最好赶紧掏钱，然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别在这里碍眼。你就是规矩，我倒是想听听你是哪里的规矩。原本围在门口的人群此刻都不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而后何静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几个中年男子。听到自己姐夫的话，居然被人给反驳了。那个店长直接回怼了回去：“你谁呀？怎么跟我姐夫说话呢？”我是谁？你觉得我是谁？何静看着那个店长道，随后把目光转向了保安队长。刚刚那个话是你说出来的，麻烦你再说一遍，我想确认一下你是哪里的规矩。陶轩迎上何静冰冷的目光，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这没你事，赶紧滚！姐夫，你打我干什么？我打的就是你，让你一天到晚不好好经营店，整天想着歪门邪道的东西，赶紧给何总道歉。给他道歉吗？一个娘们而已，至于吗？你还说？那个店长彻底被打懵了，还愣着干什么？快点道歉！对不起。虽然心里不情不愿的，但那个店长还是道了歉。何静却已经没有跟着2人纠缠下去的意思了。这件事你处理，要是他们2个走不了，那你就准备走吧。说罢，不理会众人的表情，迈步走向了站在不远处的我跟林希言。小静静，你好威风啊！没受伤吧？林希言摇了摇头，他们不敢乱动。何静点了点头。你这一天要惹出多少事啊？听说还把我放在索菲亚的那个董事长给开除了。你不会是特意跑过来说我的吧？没事就走吧，正好我中午没吃饭，下午早点吃，你陪我去吃点。走吧，正好逛了这么久也饿了。正欲往外面走去，却有人拦住了他们，不让他们离开。你凭什么让我搬离？我告诉你，我是签订了合同的，合同期限没到，我是不会搬走的。怎么，小姐，你把人家店里的衣服给弄脏了，现在却要一走了之吗？你不觉得你做的有些过分吗？对，想要让我离开可以，但是你们必须要赔了我这件衣服。而周围的人听到这店长的声音，也都是附和了起来。就是啊，就算你们有钱有势，但是弄坏了别人的东西，总要赔偿的吧？哪有弄脏了别人的衣服不赔就走的？我看啊，这几个人就只会仗势欺人，看着这店长会好欺负，所以才会这样。周围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对于我等人的行为看起来都极为愤慨一般。我看向了王成，我没有去收拾你，你自己反倒是不断跳出来是吧？收拾我什么？你还是先想想怎么才能给这位店长赔偿吧。我倒要看看你现在拿什么支付这么多钱。我可警告你，要是你敢不赔偿就跑，我就报帽子叔叔。多少钱？不多，78000。78000是吧？刷卡。那个店长见状，冷笑着便去刷卡，输密码。林希言也没有说什么，接过来之后便输入了密码。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如果没有，就请让开吧。那店长收了钱，自然心满意足，让开了身子。我皱着眉头看向了王成，等我空出手来再收拾你。切。